读信啊，欢迎大家，感谢各位。但我深知在藏着掖着，我不给你写点炸裂的故事，我无法在这群姐妹中脱颖而出，没有必要啊！你们这也比啊？你们来看个小卖部直播，怎么还要在姐妹中脱颖而出呢？你们没有必要在姐妹中脱颖而出啊！咱们平平淡淡的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好吗？非要脱颖而出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没有必要为了给我投稿，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个惊天动地的。但我24了，但仍是牡丹。你牡丹，你是要咋脱颖而出呢？你还给我写这么长，我看看你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暗恋，却从未真正开始过。那你是怎么炸裂的呢？上学的时候暗恋老师，上班了我暗恋领导，可能是有病吧，有病的还不轻，我没办法自愈，我要来你这治病。今年是入职场第2年，第1年的职场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天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天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扫好自家门前雪。今年我到了本命年，一大劫就开始了，劫啊，结束的劫，在劫难逃。中我在劫难逃。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在你手中我在劫难逃。今年刚到本命年，一大劫就开始了。年初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遇到了我现在的经理 M。我的病又复发了，我暗恋他。听说我来这个部门是因为 M 和一个小组长 S 吵架 ，S 不愿意再听从 M 的指挥。M 呢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迫不得已，一气之下，为了让 S 吃醋，把我拉进了这个漩涡。哦，你是他们的那个工具人是吧？我是一个只知道西西的小白，我后来也时不时的听说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流言蜚语，各自性格以及关系。啊、行，知道你啥意思。我换成 A 和 B 吧，还是你太坏了，你这还给我，我重新说一遍啊，他现在遇到了现在的经理 A， 他又暗恋上这个经理 A 了。听说我来这个部门是因为 A 和一个小组长 B 吵架 ，B 不再愿意听从 A 的指挥，A 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迫不得已，一气之下，为了让 B 吃醋，把我拉进了这个漩涡。后来我时不时听说一些流言蜚语，我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真讨厌。你整我干什么呀？A 和 B 啊 ，B 的工作能力很强 ，A 还是很听他的话的，也不会因为一次争吵而辞退他，或是穿小鞋。我刚来的时候呢 ，A 对我特别的关照，就是 A 是他暗恋对象，他暗恋的这个 A 啊。工作量很大，会帮我内部调整，工作不懂也会悉心指导，会请 B 吃饭喝咖啡，叮嘱他好好照顾我。当然了，这些饭局可能也是想拉近和 B 的关系。我来的这段时间也算兢兢业业，为 A 忙前忙后，听话又能干，但也会难免犯错，自以为在 A 的心中会给我好评，得到认可，但是又转折了。B 似乎有点危机意识，一改以往的态度，开始讨好 A 了。早上买咖啡，分享零食，时不时还要跟他说说笑笑。前段时间 B 又来找我聊天，问我跟 A 之间有没有发生点什么，说 A 和他吐槽了我好几次，我瞬间来气，觉得错付了。我这些天兢兢业业算什么？后知后觉，或许我才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啊！你太后知后觉了，你现在把我也给带进去了哈？为什么也要让我成为这其中的一环呢？你为啥非得用那俩字母呢？哎，精彩未完待续，看我能不能后续再给你投稿吧。蛋总，其实我也准备辞职了。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内耗，怎么做都得不到 A 的认可，也没有任何价值。该怎么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只专注自己，而不是求得他人认可呢？先那个不要用这个乱七八糟的人称代词啊。先从这个做起，不要害我，给我写信不要害我。我好好读信，没想那么多，你这最后你给我来个这。不要害我，首先不要害我啊，听也听不懂
哎，特简单，就是他喜欢上一个人，是他领导，完了之后呢，那个领导跟他另一个领导，人家俩是好呢，人家好吧，可能闹点小情绪什么的，就有点坏是吧？就拿这个小姑娘假装又跟这个小姑娘走得近，其实是为了让他们俩之间让那个对方吃醋，就这么点事儿。他现在发现了，他说哦，原来不是真的喜欢我，我的真心又错付了，我该怎么专注自己？就这么点事儿，让他说的这么复杂。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啊！就是被人当工具人了，哎，倒霉啊，非常倒霉。你离职吧，我觉得你赶紧离职吧，这不好啊，这俩人不太好啊。他俩喜欢玩什么那个私生活，咱们管不了，是人家的私生活，你不能把这个私生活带到工作中。带到职场里，他俩一个是部门领导，一个是小组长。完了，你是刚入职场2年的新人，拿你在这打岔，哼，拿你当工具人，不好啊！这个职场环境不好，赶紧离职吧！我劝你赶紧离职，好好工作。怎么样专注自己，而不是求得他人认可呢？给你一个目标啊，1年之内工资翻一番。1年之内工资翻不了一番，别来见我，不许以后再也不许给我写信了。你什么时候工资翻倍了再给我写信？你这件事你今年就干这一件事，怎么样让自己的收入翻倍？工资可能不行的话，你就找点副业。你的收入能翻倍，你再来找我，你就知道怎么专注自己，而不是求得他人认可。在七夕再读一些七夕专场。我们现在向所有朋友收集七夕故事啊，你自己难忘的，你听来的七夕故事，或者你就没过过七夕，你幻想中你觉得七夕应该怎么过，你写得好，我也可以给你送礼物。欢迎大家投稿给蛋蛋小卖部普通店员，我七夕那天直播就读一些这些七夕故事，然后我会抽奖送一些礼物给大家。七夕是周6。七夕那天还可以给大家讲一下真正的七夕故事，就是七夕节，就这个七夕的这个故事，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不知道，我最近我一个好朋友给我讲的，一个历史学家给我讲的，非常长知识。今天就不讲了，七夕那天讲，非常长知识，非常精彩。就是七夕这个节跟天文的关系背后的涉及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那个隐藏的那种特别精彩，到时候给大家讲，我再复习复习，我把它讲的好一点，到时候。蛋，看我的，好看你的。为啥有的人明明表现出了喜欢，但从不行动？那就是不喜欢呀。为啥有的人明明表现出喜欢，但从不行动？那他咋表现出的喜欢呢？他不行动怎么表现出来的喜欢呢？我今年30，我就谈过一段正式的恋爱，我跟前男友抱抱亲亲没啥感觉。去年年底换了一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入职被抽调到一个小组，他是负责带我工作的 leader 的角色啊，这个男人出现了，人很认真，负责细心，但比较傲娇。工作的时候靠我非常近，有的时候手和腿会碰到啊。饭堂的时候排队时肩膀会贴着我，以我的经验告诉我他喜欢我。以前和学弟一起打游戏，他就老是靠着我，后来表白了，我是这个经验。这领导和学弟不太一样啊，姐们儿。哎，不知道为啥我一点也不抵触，我甚至想跟他一直贴啊。算我多嘴了。但是呢，我们从不主动私下聊天，年后我们就会有各回各的部门了。有一天下班在门口相遇，晚上主动找我聊天，仅有的一次。后来我就主动找他聊过2、3次。我承认我特别喜欢他，馋他的身体。我认为他没那么喜欢我，加上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就放弃了。花了20来天努力不想他了，就是他的行为特别影响我，老让我波澜起伏。
比如说问我同事，他会问我同事为啥我没去食堂。有一次到外地开了一天的会，吃饭坐车，他都故意坐我旁边，从不发朋友圈，但是他会看我朋友圈，会留言。我没见过他给别的同事留过言。他知道我喜欢打球，就约我组队，但约打球呢又是我主动的。我扎头发的时候，他就直勾勾的盯着我。最近读一本书叫《爱的艺术》，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爱是一种主动采取的行为。但我已经走了挺多步了呀，所以想让蛋总骂骂他，分析分析他，让我放弃幻想，认清现实。嘿，哎。你自己都知道了，你还用我骂吗？你不是都知道了吗？啊？你这不自己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吗？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方法吧，我也不骂他了。你这样，你不是喜欢观察他吗？你不是喜欢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吗？你下次观察一下，你别老想着他怎么跟你好，怎么打听你，你冷静一下，你观察一下，你看看他跟别的同事是不是也这样？你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你可能就醒了。观察一下啊，没感冒，就是今天健身完了以后比较虚弱。你要越观察越喜欢，那我还劝啥？劝不了。越观察越喜欢，那你只能去表白了。你也没表白嘛，对吧？你最后你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哦，他也确实只跟我这样，哦，他没跟别人，他是挺喜欢我，但他不主动，那你就，哎，我劝不了。好联航员劝不了这个，你就自己那啥吧，表白吧。但我被初恋劈过腿，留下后遗症了。初恋呢，在一起4年半，恋爱期间我特别的信任他，依赖他，我把他当成了锚点，有他在我就觉得很安心。结局是我被冷暴力3个月，断崖式分手，抑郁了一段时间。分手没几天，我查到他其实是出轨了，知道他出轨，我反而就放下了。第二段感情是上个月分手的，还差2个月就4年了。我懂，哦呦，这啥意思啊？哦，不是一段哦，对对哦。哦，就是也又谈了一段很久的恋爱，他的原因我就不提了。恋爱期间我自身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现在不说反思了，说总结一下我自身的问题。一，我总是会预设如果分手或者他出轨我该怎么应对，脑子里总在演习这些，提前规避伤害。二，很幸福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来上次的感情经历，提醒自己不要陷太深，然后我就会对他突然的冷淡。三，我不会表达爱意和甜言蜜语，其实我以前很会说，小词儿一套一套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说这些没有意义，但我的防御机制太强了，很难全身心的投入到一段感情里，总觉得感情的归宿都是分开，太悲观了，这可咋整？给我支支招吧。感情的归宿肯定是分开啊，这是个客观事实，你认识的很对了。所有的感情的最后的归宿就是分开，只不过有的人分开的很晚，就到死才分开，是吧？白头偕老不就是有一个人先死了才分开吗？那其实所有的感情到最后是不是都得分开？要么就是自然原因比较幸福，熬到老了死了分开了，那有的呢就是提前分开了，到最后都是分开。你要先认清现实，所有感情确实最后都会分开。那正是因为会分开，你谈的时候才要全身心投入啊。全身心投入难道是为了不分开吗？全身心投入不就是因为知道早晚会分开，所以才尽情享受吗？大家的逻辑是这样的吗？我跟你们逻辑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要分开，你才要全身心投入呀，不对吗？OK 啊，对吧？你难道是不敢？你全部全身心投入都会分开的，那你还不赶紧全身心投入，多享受享受？
大师，我悟了。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这很简单的逻辑，大家就是怎么这么简单的逻辑推理不明白吗？这是特别简单的逻辑啊！所有的感情都会分开，要么就是不爱了，要么就是出事儿了，是吧？要么就是最后真的是白头偕老了，都会分开，最后都会分开。那不就是因为要分开才要全身心投入吗？那你不然干啥呢？那这不浪费时间吗？你还谈着，你还不全身心投入，这不纯浪费时间吗？你也没享受到，你还闹心说啊，要分开，我可不能全身心投入。那你想啥呢？都会分开的。怕全身心投入会受伤，你不全身心投入，你就不受伤了。朋友，请问你不全身心投入，这伤你少受了？不全身心投入，该受伤你就不受伤了？不要抽烟啊，抽烟有害健康。我这个是表演的一部分，我这个读信有时候也得加点表演，不表演我也坚持不住。有的时候我的真情实感并不能发表，不能播我的真情实感，我只能抽口烟把那些话咽回去。咽回去，我再换一些文明的用语，才能再说出来。有时候第一时间读完了，真的很头晕，真的很头晕。接着念信了。蛋总好，看你直播已经很久了。我播才多少？我播才到今天也就满打满算3个月吧，你就看很久了啊？你对长久的要求太低了，才3个月就觉得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吗？可别这样。先说我的故事吧，我有一个谈了半年的男朋友，是我的初恋，人很好，很有趣，对我也很好，我真的很喜欢他，但我真的觉得自己有时候太坏了。哦，难道是加害者的来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帅哥啊。行，知道你男朋友不帅了，推给出来了。每次看以前暧昧过但是最终没有在一起的帅哥，我都超级后悔。我看到新认识的帅哥也有很多无奈。我男朋友啊，实在是谈不上帅，可爱类型吧。懂，这事儿我懂。你看看有多少人夸我可爱，你就知道了。算你嘴下留情了，也是可爱类型。我有时候想帮他改造，但他都会很没自信的说：“是不是觉得他丑？”哎呀，怎么办呢？他这样一说呢，我又没办法下手。我看到帅哥我又痒，心痒痒。哎呀，我这个如何调理我的心态呀？最后还是要表白一下蛋总，真的很喜欢你的直播。我第一次听就是在干嘛的那一场，当时我写代码写的要崩溃了，因为你那个在干嘛心情好很多。希望你天天开心啊！谢谢。那你就是喜欢看这个可爱类型的，其实就是丑的是吧？你有可能就是喜欢看丑的。你看你看完我不也心情好很多吗？你有可能就是喜欢看丑的啊，不一定是喜欢看帅哥。男朋友也丑，完了还什么听我直播已经很久，你就是喜欢丑的吧？应该。你有可能是骗自己喜欢帅哥。利益相关了，没法给你意见啊。哎，我就利益相关的情况下跟你说一句吧。我跟你说一句是这样的哈，他的问题是卡在这儿了。他说我有时候想帮我男朋友改造，但是我一要帮他改造，他就会很没自信的说，是不是觉得我丑？你下次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他这样一说，我就没法下手。你下次就说对，就是丑。这有啥说不出口的？
你放心吧，你男朋友如果长得跟我似的，这丑，我们从小就被人说丑，这还受不了啊？他在那假装呢，还假装没自信，还委屈上了，从小就被骂丑，也不是骂，就是大多数没什么恶意，就是说，哎，这小孩真丑，这都这么说，从小就听这种话长大的，还受不了啊？你下次给他说，哎，我给你打扮打扮，他说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丑？他说对呀，帅我还给你打扮什么？你不就是丑吗？但你丑的可爱。丑的惹人心疼，惹人怜爱，丑在了我的心坎上。我给你打扮打扮，你就跟他说就行了，都能接受，扛得住。长得丑这还接受不了，还怎么在社会上混呢？扛得住啊，你就直说就行了。扛得住啊，肯定扛得住啊。我这从小我爸我妈都说我丑，我这心理素质没有，我还怎么混啊？我跟我爸我妈长得都不太像，我爸我妈都挺好看，我爸我妈经常说这孩子真难看。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早就无所谓了。早就无所谓了，他也无所谓了，肯定无所谓了。你要不就加点词儿，姐妹儿，你实在是怕伤他的心，你加点词儿，你说他丑帅的啊。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我们北方说这孩子可爱，说这孩子亲。我小时候呢，我爸我妈会说我说这孩子丑亲的，就是又丑又可爱。你可以学这些词，你说他丑亲的也行，你说他丑帅的也行，你哄哄他也行，是吧？然后再给他打扮，把他那个帅的程度百分比给他加大一点。哎，什么丑萌的，这不都行吗？这些词儿你都能用啊。丑怎么了？丑不是个问题啊，丑不是个问题。那这其实丑是相当中性的，他长相不就长成这样了吗？那就是在这个评判体系里啊，你确实算不上是那种帅哥美女的长相，那就又怎么样呢？有风格就可以了。你说他有风格，你说你丑的有风格，无所谓啊，这完全无所谓的事。而且大部分时候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其实比较客观的评价啊。蛋总你好，我来投稿了，失业在家，我姐妹混得小有起色，她说可以帮我在他们公司找个工作。我去了之后发现呢，她和领导是情人的关系。你姐妹行，你姐妹是真挺拿你当姐妹的。这家跟领导情人关系，求领导办事先给你找一个工作。哎呀，而我是靠着这关系才拿到了这个工作。当时我太需要工作了，我也没细想，我也想过劝他，后来觉得作为成年人，他自有分寸，他自己的情感问题我不便插手。不过我接触了几次领导之后呢，我发现领导人不错。你什么意思啊？你别吓唬我，你要往哪儿拐？这什么意思啊？也待我不薄。我看看啊，应该没往那个我不希望的方向拐啊。当然我知道领导是看在我姐妹的面子上才对我好的啊。对，这件事你要记得啊。对，我一路升职加薪到了我姐妹的手下，但慢慢的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公司关系复杂，而我又身份尴尬，我时不时需要为他俩做掩护，又需要把握讨好领导和不能过分亲近领导的度。而且更难受的是，我最近发现，不管我工作多优秀，领导都看不到，我只不过是领导讨好我姐妹的手段之一，而我姐妹也并非完全帮我，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在为她的晋升铺路。你这么想就不太对了啊，姐妹儿。可以说她上升，我才有可能上升。她前段时间生病了，领导竟然说放我的假，让我去照顾她。怎么听出一股《甄嬛传》的味儿了？你这个公司，你这公司怎么听着像？这不像公司，这怎么像？怎么听出有《甄嬛传》的味儿呢？是不是？成了这个说话可能反正就是
就是怪啊，就是这不成了那啥了吗？我就不能直说了，但是确实有点《甄嬛传》那个意思，感觉。放假让你去照顾他，这有点太猛了。我本来呢是想靠努力工作一直往上走，但现在觉得一切都得听我姐妹的安排，受她的掌控。我理解人的自私以及目的的不单纯，我内心还是当然很感谢她当时拉了我一把，但真的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现在对家公司准备挖我，我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去，觉得去了的话仿佛背叛。想问蛋总，我应该怎么说辞职？还有辞职后我要不要去对家公司？谢谢蛋总。这还不缺，你就直说就行了。说姐妹儿，不是好姐妹吗？你姐妹应该对你也挺好的，是吧？还给你找工作什么？你说姐妹，特别感谢你，你对我太好了，但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这个人嘴大，我嘴上没个把门的。我有时候喝多了酒啊，我就特想把你俩的事儿跟别人分享。我好几次就在那个失控边缘了。我再这么下去，我早晚给你俩说够了。你赶紧放我走吧，我走了呢。咱们对彼此都好，你觉得呢？他肯定说，那你赶紧走，赶紧走，是吧？他还敢留你，对不对？马上给你送走，可能还离职，还要给你一笔钱呢。说你快走，你说那我去的要是对家公司怎么样？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仇家公司，我也不管你，赶紧走。但不算是感情问题，问你一个职场类的问题。我有一个师兄，以前在课题组的时候，他带着我学会了很多的技能，而且因为人比较外向开朗，所以我们相处的也很不错。后来我离开那个课题组，去国外的课题组做项目，然后我师兄正好表达了毕业以后想到国外积累点经验。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小徒弟，肯定是有机会就帮他四处打听嘛。后来他也说，可能明后年就会出国来进行进修深造，而且小概率可能会和我继续在一个组工作。问题是这样的，我的师兄有女朋友了，本来说毕业了结婚，结果现在没啥进展。我保持着和师兄纯专业交流的状态，而且对他根本就没有男女之情的兴趣，是真的。我个人的取向出不来兴趣，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师兄真出国进修了，会对他女朋友不公平，因为感觉他还在拖。但是愚公，我不想失去这么一个行事风格相投的师兄。蛋蛋，你骂我一下，或者给我出点招吧。你催催我师兄结婚也行。最后祝生意顺利，发大财。你操心的太多了啊，姐妹儿。你还我觉得我师兄真出国进修了，会对他女朋友不公平。你这操上父母的心了。他不是你师兄吗？人家拿你当师妹，你拿人家当儿子。人家拿你当师妹处，你拿人家当儿子管。人家要出国进修提升自己，你说那对你女朋友可不太公平哦。要不还是先结婚吧，你别想着事业的事了。姐妹儿，想多了啊。你咋知道出国进修会对他女朋友不公平呢？出国进修赚的更多，两个人以后生活更好，不是更好吗？你怎么就觉得他出国进修就是对他女朋友不公平了呢？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年纪这么大了呢？啊？怎么对你的师兄有个这些爸爸妈妈之类的担忧呢？还是女方爸爸妈妈的担忧？你还不是男方爸爸妈妈的担忧？别操心了啊，姐妹儿。别操心了啊！你师兄，你就让人家好好出个工作，赶紧啊！你这不是再说你管也管不了啊！你管得了吗？你拦得住吗？你想管你也管不了啊！人家就要出来，人家不用你介绍，不还是能出来吗？就是费点劲儿，那肯定他要出来，他就能出来了呀！那有啥出不来的呀？不是出国进修吗？进修的意思不就是学习啥的吧？我估计，我猜啊。课题组，我不太了解你们专业，那应该是就是费点劲，他总是能出去的吧？那又不是说不回来了，你管那么多呢？你知道人家跟女朋友啥节奏？没准女朋友也一块出来给你个惊喜，你还说他出来进修不会对他女朋友不好吧？然后去基站的去机场
接站那天发现，哎，带着女朋友呢，给你个惊喜是吧？重生之师兄竟是我失散多年的好大儿，哎呀，太好笑了。李诞老师，最近的工作环境让我时常焦虑，时常自我怀疑。目前团队上大部分的人是非工作时间点不回工作消息，且不是自己负责的工作和内容，根本就不会关心和回复。哎呀，再念一遍啊！我目前的团队大部分人非工作时间不回工作消息，且不是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不会关心和回复。而我总是第一时间看到消息呢，只要领导需要就会回复，而且工作上只要有一点跟我有关系的事儿，我就会以 owner 的心态去推进，哈哈，想把它整体的做好的心态去处理。这种工作方式的不同，就感觉显得我很突兀，很容易遭恨。可能有些人看起来我也很傻，很舔领导，我真实的心态就是很简单，认真负责，专业的对待每件事儿。但我也有时总会犹豫，要不要马上回复，要不要去 push，要不要去协助。换个工作环境啊，你没问题啊，都没错。你那些同事呢也没错，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们不能在一起啊。你换个工作环境吧，你找一个那种更狠的，找那种7×24小时的，随时响应，你找那种公司。啊，你找那种公司。你不适合这个公司啊，你这真容易遭恨啊！你的感觉是对的，你肯定容易遭恨。你换个公司，你可能你就发现自己根本不够努力了。你换个公司就好了啊。蛋总你好，我在广告行业工具人策略，之前一直是无风无浪，最近对接上的创意很糟糕。这个人上班从不带电脑，纸笔也没有。哎呦，这是老创意哈。没有自己的想法，喜欢否定别人，250的脑子，让我向他看齐。策略和创意合作是避不开的，但是他业务差，根基深，咋办？跳槽了啊！广告行业不就是天天换工作的行业吗？换工作不就好了？多嘴一句啊，就尽量能跳一跳，能别在广告行业干，就干这个事儿也可以去甲方公司啥的，多一句嘴啊，多一句嘴。可以情情爱爱一会儿了吧？听你们的念了会儿职场的，咱们就缓一缓，再念点情情爱爱的，搭配着来，对吧？但我和前男友是同事啊，这个好，这个是职场问题混合爱情问题。好的，我的前男友现在看上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同事，叫小美，怎么办？啊，就是你的前任，你已经分手了，但是都在一个公司，现在前任呢又看上你在这个公司的好朋友同事小美，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呢？没懂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看后面啊，和前任在一起3年多，分手原因是过年各自回家后，他觉得俩人不合适，反正对我来说挺突然的，导致我一直没走出来。而且分手后，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互相看见。他去年就开始跟小美一直聊闲，但是被小美扼杀在摇篮里了，说因为有我的关系，让前任别再找他聊天了。小美就算是委婉拒绝了他吧。前几天我又听说前任又找同事 B 打听小美有没有对象，同事 B 说小美有没有对象你也不能和她在一起。你们都挺团结，你人缘不错啊，这几个同事都向着你。听完之后我很难受，觉得自己喜欢那么多年的人居然做出这种事儿啊！虽然我也知道分开后他怎么样是他的自由，但是他的做法有一种把我当成垃圾在地上摩擦的感觉，反正心里很难受，我该怎么办呢？你人缘真挺不错啊，你人缘挺不错，你珍惜你的这个同事 B 和这个小美，人缘不错。但是这么好的人缘，朋友，有对你好的小美，有对你好的同事 B， 你唯独放不下你的同事前任。你觉得他虽然离开你了，但是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地上摩擦？你想听真实情况吗？
他连把你放在地上摩擦的心情都没有，他的心里没有你，他的眼睛也没有你，还把你放在地上摩擦。那么请听题，究竟是谁把你放在地上摩擦了呢？姐妹，那现在究竟是谁在把你放在地上摩擦？你自己啊，你自己喜欢摩擦自己啊，跟你前任没有什么关系，你怪人家干啥呢？你就是把你自己放在地上摩擦了。为什么我们小卖部经常说有一些人你就忘掉吧，有一些人你就原谅吧？是不是他的错已经不重要了？你不原谅他，其实就是不原谅自己。你老想着他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我不原谅他，不原谅他。你看最后说他把我放在地上摩擦，其实就是你自己不原谅他，导致你把你自己放在地上摩擦。甚至这件事儿也没啥好原不原谅的，人家不就正常分手吗？你只是放不开他，你放不开他，你就自己摩擦自己。啊，你这个前任也挺欠，倒是确实也挺欠，非要追你好朋友小美，但你人缘好是吧？都告诉你，都给你拦下来了。你这个前男友吧，对，挺欠，只能说，但是大错没有啊，就是有点欠。你这个前任肯定很惊讶，你前任肯定觉得我这个前女友怎么人缘这么好吗？这怎么回事？赶紧放下啊！赶紧放下，姐妹儿，赶紧放下啊！你不放下就是不放过自己，赶紧放过自己，追求新的爱情。你们这个公司工作量也不饱和，珍惜你这份工作。这家一天天跟过家家似的，这班让你们上稀碎，天天谈恋爱，这谈个恋爱拉进多少人？同事 B、小美全拉进来一起谈，珍惜这份工作。欢迎大家，感谢各位。但最近看你的直播回放着迷了，我也有一个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就是我的婆婆，她实在是太奉献型人格了啊，这是个困扰。在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从小到洗衣做饭、零食水果每天供应。我在怀孕中，甚至每天在非饭点都要问我好几遍饿不饿，想吃什么。出去玩要我老公给我开车门，一起打牌娱乐，又问我坐着舒不舒服，要不要盖东西。在1楼开个快递都要给我手动扇风，诸如此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压力倍增。我甚至出现了逆反心理，我不想跟他待在一起，我不想碰到他，应付他对我的关心让我感到很不适，但是我内心又感激他对我的好，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婆婆而庆幸。可每次面对他的关心，我又不知道该怎么给出反馈。但你说我该如何面对或者调整自己的心态？你零食水果，你先那什么吧啊，你买点吧，你别让你婆婆每天供应了，你先给你婆婆也买点这个零食水果，买点牛脆脆，别的我管不了，零食水果这一块我们小卖部还是可以管的啊。买点零食水果，你先啊，橘子干啥的，看看婆婆爱吃啥，你多买点零食水果啊。哎，为啥压力大？为啥压力大？我怀疑你是觉得回应不上。确实有时候被人特别关心是压力挺大的。我这边的建议呢，就是你买点东西给他，你肯定是情感上也付出不了，说天天陪他你也不愿意是吧？你就给他买点东西吧，啊，你自己心里没那么难受，你觉得对他那个也挺关心的是吧？给他买点这些东西。然后呢，怎么说呢？买副耳机。也不用买，你肯定也有耳机啊。每天在家把耳机戴上。婆婆问你干啥呢？你说胎教，说你先别说话，说妈您先别说话，我听巴赫呢。咱们家宝贝要从小听巴赫，你一说话这巴赫到时候长时候这交响乐不是那味儿了。婆婆马上走，你信不信？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不敢跟你说话了，吓坏了。好吧，你先买点东西给人家，咱也不能说那么不通人情，没有人味儿，咱要有人味儿啊！咱先把这个
吃的喝的给婆婆买上，就你心里人家对你好，你也得对人家好，是吧？你得对人家好，你要买点这些东西，你也给买点这大猕猴桃，是吧？买点之后，你再拒绝他的对你的打扰，怎么拒绝？戴副耳机，说胎教呢，给孩子听巴赫呢，听2天巴赫，你再听点佛学入门也可以，是吧？给孩子听佛学入门好吗？一出生就入门佛学不太好啊，算了，你就听点巴赫吧啊。好吧，就这一招就够用了，他肯定不会打扰你了。听勋伯格，孩子不能听勋伯格啊，听点巴赫，小朋友听点巴赫非常好，听点那个莫扎特，巴赫可能还那啥一点，莫扎特。但你好，说下我最近很困扰的事情，也困扰一下你，也困扰不了我，你放心。我真的也没有不好意思，哈哈哈哈！我知道，我看出来了，你挺高兴的，你想困扰我，你困不住我，休想困扰我。我看看啊，就是呢，我最近总是，应该说，我几乎是每晚吧，我都会梦到我的前男友，这能困扰到我吗？你梦到你前男友跟我有什么关系？例如现在，我就是梦到我的前男友气醒了，哎呀，我一边恨自己不争气，我都分手10个月了。他连新女朋友都谈半年了，我的妈呀！我怎么还在哭的梦到他呀？我控制不了啊！我们在一起4年，分手前半年我们是异地，再见到的时候，他说对我没感觉了，不爱了，只剩下了很多愧疚。分手后的删了我的微信，各种操作也看不出来他的愧疚。虽然我舍不得感情，但仅剩的理智告诉我不能再找他了。分手后几个月，我真的是扒了层皮，现在我还要在梦里扒皮。这咋办呢？这咋办？我倒是不困扰，你这天天做梦，控制梦嘛，有一些那些控梦的技术，我也不敢瞎教给你。这个控梦控不好容易出事儿，有一些那种，有时候可以弄清醒梦的，就是，我教你一个吧，大概率不会出错的，你试试看啊，我不保证有用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技术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那个技巧，你每天白天呢，你手机里有你前男友照片吧？你每天你白天的时候看一眼你前男友照片，然后你附加一个动作，你狠狠的揪一下自己的耳朵，然后你想到你前男友，你要有这个意识啊，你从现在开始练啊，你每次一想到你前男友，揪一下耳朵，看到你前男友照片揪一下耳朵，你试一下。你就这个习惯养成了，你在梦到他的时候，你可能梦里会揪自己，或者没揪自己，你就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了。可能能成功啊，我可不保证一定能成功啊，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你可以试试看。太全面了，你怎么啥都知道？太全面了，我真还研究过一段时间。我不是会冥想什么的吗？我就是去试过一下那些弄清醒梦啊什么的，没有很难啊，但是这个就是。但是也不太好，对，就是还是好好冥想比较好，就这么揪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做梦的时候，这感觉你要有这种经验，你就会感受到它跟梦里和现实的不一样。你就老揪，最好给自己揪疼了。你一想到你前男友就狠狠揪一下，最好能给自己揪疼，你最后就有这个记忆了，就慢慢就梦不到他。我只是给你个方法，别的我也管不了。还有6分钟发券哈。不一定好使，如果好使的话，给我个回馈，看看好不好使。我刚瞎编的，如果万一居然真的好使的话，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一下。你就牺牲自己试验一下吧，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了，反正你也没什么好办法，赶紧好好谈个恋爱是最那啥的，最管用的。蛋总你好，看了很久你的直播，买了很多什么巴拉巴拉，夸过一会儿啊。今天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冷战了。原因呢是从昨天说起，就是刚1天的事就得给我投稿了吗？刚今天跟前男友跟男朋友吵架就得给我投稿，这么严重吗？从昨天说起，我昨天在他那儿
中午吃完饭拉肚子了，跟我上次细菌感染感觉很像，当时没太在意，想着晚上回家嘛吃点药就好了。后来越来越难受，还发烧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躺在旁边打电话会议，但是我听了他也没他啥事儿，他知道我难受，整个过程也不关心我。直到后来我跟他说我好像发烧了，他才开始找温度计，然后就一直找，然后也没找到，终于过了很久以后才问我要不要吃点药啊。后来下去帮我买了药，我吃了也没用，拉肚子，浑身难受。后来我想提前回家吧，可能睡一觉就好了。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回。我们两个离得很远，打车要1个多小时，我也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万一难受，就同意了。但是到家以后，我因为太虚弱了，爬不动楼梯，他也呢只是在前边慢慢走。我说让他扶我一下，他就在那里等着让我过去扶他。到家后，我想赶快睡觉，但是他晚上也没吃饭，我就让他快点吃完饭洗漱睡觉吧。而且他第二天早上要6点起床回去上班，他一直坐那磨磨蹭蹭，还吃零食。我自己吃了药就躺床上了，等了他很久，他都不睡。我当时就在后悔，要是不让他陪我回来，我早睡了。昨天我根本没力气说他，今天想想就很委屈。问他打车多少钱，转给他了，跟他说，因为感觉他昨天明显没有那么愿意陪我回来，他收了钱，说是不是还得感谢多给点小费呀？我说还浪费他的时间了，他就说发消息也挺浪费时间的。我说你不想发就别发了，然后就没再联系了。我现在很伤心，也很难过。想问蛋总这道题怎么解？这么鸡毛蒜皮吗？这么细的事儿也得问我吗？给蛋总一些其他信息参考。我26，他27了，都已经工作，这是我的初恋。咱现在是谈，你俩这每天谈都得给我写信吗？啊，我这参与度是不是太深了？这单独一次吵架我也得参与了，我是不是参与的太深了呀？我还念吗？你俩可能已经和好了，我这有啥好跟你讲的呀？啊，我参与的太深了吧？你俩肯定已经和好了是吧？但是你如果真要非要问我意见呢，我肯定是劝你分。题眼是什么？这道题的题眼是什么？这题眼是什么？我转给他，他收个钱。我问他打车多少钱，转给他了，他还收个钱，简直莫名其妙啊！无法理解啊，无法理解，这我无法理解。我觉得平时咱管不了，你平时财务你们说 AA 是吧？说这个大家赚的多不多，互相 A 啊，互相平分，我这都能理解，这能理解。但是他明明是打车送一个生病的你的话，这钱是不是不应该收？就应该咬咬牙，就是哪怕说平时都 AA，这钱也不应该收吧？我觉得，这感觉这钱收的有点稚气啊，有点故意，肯定不是为了钱。我觉得收这个钱有点故意，就是说，我送你了，然后那个你还不高兴是吧？收钱，然后我还要小费，然后就顺便发脾气，有点这个意思。不是你转他钱也有点神经，你转他钱这个动作嘛，哎，算了，这参与的太深了。你俩就是吵架了，有点不高兴。你俩要万一还想好的话，你俩就互相道个歉吧。你说我那天确实有点故意了，故意转钱气你啊，我也是收钱有点故意气你了那种，能分就分了吧，参与不了这么深啊，参与的太深了，关我啥事儿？蛋总你好，本人已婚，34，俩娃，老公对我不错，但有一次我带朋友回家住，老公喝多进错房间，穿着清凉，抱着我的朋友，差点亲上去，我朋友吓跑了。反正就是认错有个误会啊，但是就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成了我心里的疙瘩，我该怎么办？平时弄孩子我也不能及时看到，希望哪位好心人帮忙录屏。牛脆脆我孩子很喜欢吃啊 ，PS 牛脆脆我孩子很喜欢吃。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成了心里的疙瘩。
咋办呢？过去很久啊，我这就不知道该咋说了。如果刚发生，我知道该咋说。过去很久了，这真不知道该咋办。刚发生咋说？刚发生那就是有多远跑多远呢？过去很久了，变成他一个心结了。姐们儿啊，就这样吧。姐们儿啊，我给你个建议啊，我也不知道该咋解决，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回忆一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我不知道你老公是不是撒谎，咱判断不了。其实，我只是说，如果刚发生，那就不管他是不是撒谎，你就跑比较好。但已经发生很久了呢，我们不判断他是不是撒谎，咱们不判断别人的道德，不判断，我就说怎么样对你心里比较好。你想想这件事发生之后，到今天这么多年，你老公还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类似的事情？你就回忆，别回忆那件事儿，你回忆那件事到现在这之间你老公的表现，你就回忆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对孩子好不好，回忆他有没有做过又有什么事，你好好想想。我不是说你想完了有什么结论，我劝你是想想这些事，想想这段时间，你可能嘛就是这件事就是那件事变成了一个心里的疙瘩，你过不去，你老是想那件事，你忽略了那件事到这之间你老公的好多行为什么之类的，可能你好好的想一想这段时间，你好好的想想你俩的关系，好好的想一想，你码一遍，你心里可能就有答案了。咱不知道码完了你心里你有什么结论，但你可能就有答案了。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小小的建议，这真管不了，这小小的建议，你就坐那，你就想想啊，后来我们是怎么相处的？他对孩子们，他对我怎么过日子嘛？过日子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我只能说，刚发生我知道，你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你就按我说的那么试试看吧。你看，我看下面有一些姐妹说这个疙瘩就是答案，姐妹。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心里有个疙瘩，这么长时间没分开，是不是也是另一个答案？事情就是很复杂的，没法说一下就说出来了。我刚看有朋友说这个疙瘩是答案，我觉得你说特别有道理，疙瘩是答案。那心里有这么大个疙瘩，这么长时间都不分开，是不是也是一个答案？所以我就让他自己想想吧，咱就不能瞎掺和，到底是疙瘩还是疙瘩？好嘞，这还考上语文题了。疙瘩还是疙瘩，哪个发音是正确的？疙瘩的正确发音是疙瘩。两个字的音调都是一声，疙瘩。好，疙瘩，疙瘩，俺们那疙瘩啊，俺们那疙瘩，疙瘩，还有说疙瘩的，口音很多啊，疙瘩。你别老觉得东北话都一个口音，东北话口音可多了。疙瘩是东北话，疙瘩，长了个大疙瘩，长了个大疙瘩，这都有的啊，这都有的。哎，我这就是个小疙瘩，也是个小疙瘩，也是个小疙瘩，是吧？很多口音，很多口音。好多这个南方朋友说东北话好有意思，就你们可能都误以为东北话只有一种口音，东北话口音可多了。我们来看看，咱们来一个这个职场的调剂一下，就轻轻爱爱的读一会儿，职场调剂调剂。就像我们卖的吃的也是甜的咸的搭配起来吃啊。好长呀，能不能短点的？都这么长吗？好长呀！哎，行，来吧，长来吧。大农，我95年的，刚上班满2年，95年才刚上班满2年吗？学历很高是不是？95年才上班2年，可能是学历很高，不太了解。我被控制欲极强的经理毫不尊重个人意见的更换了小组，产生了对他本人和目前工作的极度抗拒，该怎么办啊？这是他的权利啊。碰上尊重你个人意见的呢，很好，但是他给你随意的调换小组是他的权利，好吧？没碰上就没碰上，比较倒霉。我看看你后面这个详情是啥意思？详情今年6月前，今年6月前，我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满足感，甚至想我这幸福的生活会不会一直持续？好了，直到6月换了一个正经理 Z。
分管几个副经理吧，把我从 A 组调到了 B 组。工作内容直属领导产生巨大变动，从原来的脚踏实地、系统规则有自主的工作，变成了无序被动繁杂事务的性的工作。我很抗拒，我就跟 Z 沟通了。但是他特别强势，固执自大。2星光上任的第一把火。3奉行苦难教育，他认为之前做了1年半 A 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舒适区，但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A 组工作，不是说工作不饱和，而是做喜欢的工作，人就看起来很轻松快乐。在跟他沟通调动的过程中，他展现出权力和压制，不接受我的任何想法，不尊重我的任何意见，完全要把苦难教育灌输给我。我和原组长、原经理也沟通过此事，甚至很多同事都说过，但他们也只能在情绪上支持我，无法提供实质上的帮助。从6月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怎么从这个组离开。我也跟更高级别的领导交流过此事，但 Z 就是一直拖着不给我明确的安排。我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甚至被冷暴力，现在已经对 Z 产生了心理障碍，看到他就恐惧和厌恶，无法鼓起勇气跟他争取工作调动，也抗拒上班。另外，我现在的直属经理也是我抗拒 B 组工作的原因，每天都在无优先级、无计划的安排我的工作，我时刻要处在焦虑、等待被艾特的状态，非常精神紧张，免疫力低下，都生病了。蛋总，如果我想离开 B 组去 A 组或者 A 同类型的组，我到底该怎么做呀？ PS 是铁饭碗类的工作，本人没什么工作追求，不在乎领导评价，有工资就行，只希望结束这种抗拒又焦虑的工作内容。那你铁饭碗你就混呗，硬混一段时间，可能他就被调走了，把他就熬走了，就给你调回去了，你咋办呢？你咋办？你又不想走，我劝你辞职，你肯定不辞职，你只能混吧啊！天天上班多买点零食，上班就坐那咔咔吃零食，你没办法，这是他的权利啊。他不尊重你个人意见嘛，是有点讨厌，但是他想给你调，确实可以给你调，这个就是他的权利，这没办法。你怎么办？非暴力不合作呗啊！非暴力不合作，好吧，也是这个朋友的不幸。这个朋友居然是他，主要是他前一个组的工作他太喜欢了，他以为工作就是可以很开心的。是你的幸运，也是你的不幸，居然好死不死被你碰上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在职业生涯的第1年碰上一个喜欢的工作，真的是没办法啊！你现在呢，这就是他的权利，你也没啥能力，要么你就混，要么你有点出息，你就狠狠的提升自己，变得厉害，然后让他不得不听你的。后者比较累，你就不用想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了，你也不用想什么他要把苦难教育灌输给你，你别想了。你也不要再想什么开心，你就直接就变强横，变得厉害，那他拿你也没办法了。那你要不想这样，你就彻底混，你怎么样呢？我推荐是后者，但是可能你就是混吧，我怀疑你做不到这个。你以为工作是快乐的吗？对吧？你咋办？苦难教育，不知道，可能我也是被苦难教育大的吧。我就是你说苦难教育这个词吧不太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该咋说。我觉得。反正有一些苦呢是不得不吃的，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是说人就必须得吃苦，但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有些苦吃了给他吃下去，然后确实会变得比较厉害。我没有教育你的意思，我说我自己。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和一个男生不到3个月的关系，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对未来的怀疑。先说一下基本情况吧。我2个月前刚大4毕业，他比我小2岁，开学大3。他是一个在陌生人眼中绝对优秀的人，一个白人啊，在哈佛大学读工科，父母姐姐也都是哈佛的，现在是科学家。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没去过酒吧，连游戏都不打。他解压的方式就是跑步，他还练铁人3项，在学校打冰球，就是所谓的完美的那种形象。在我们相处中发生的问题，我都会不由自主的不敢归咎于他，
接，别瞎接啊！这给你念完了，你可能就不敢接了，别瞎接啊！念完再接啊，别又接啊！肯定一会儿有但是啊，这后面还这么长呢。比如他每次约会都会迟到1到2个小时，还接吗？还接吗？他每次约会都会迟到1到2个小时，还接吗？退退，意思刚接了呗，还退，这玩意儿还能退啊？你接还退地，退定了。哎，而且如果计划有变，他从来都不会主动沟通，这优秀啥呀？这一条就不够优秀了，还绝对优秀，这绝对不优秀啊！这啥人呢？哎，并且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不会说，他期待着我问，而且我得连续问他7、8遍，10000人了，朋友们，欢迎各位啊！哎呀，我得问他7、8遍，他还怪我不敏感。我和他沟通迟到的问题，他就说因为每次都是他来我学校接送我，他不认为我在家等他算他迟到。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感觉，没人喜欢啊！我每次要提前很久洗好澡、化好妆、穿好衣服，时不时查看手机，等待他到家接我下楼的消息，搞得我非常心神不宁。所以等他的时间里，我其实干不了任何自己的事情。特别理解啊，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他好的点是，每次约会他都会非常用心的准备，开始找了啊，好的，开始帮他找补了。我是非常喜欢各种新鲜活动的人，他就会为我找各种新奇的活动。提前查好时间，买好票，每次约会都搞得很完美、很充实。比如有一次约会，我们是先去密室逃脱，再去打迷你高尔夫。这哈佛也有密室逃脱啊？不太懂啊。再去打迷你高尔夫，再去超市买菜做饭，再去看电影，甚至一次我随口提的想去野餐，他都会查资料找一款适合我的红酒，带上玻璃高脚杯啊，野餐不推荐大家带玻璃高脚杯，有点危险啊。他还会专门创建一个野餐歌单，带上音响，所以每次一见面看到他这么认真的准备，哎，我就觉得我埋怨他迟到就有点矫情了。总之，虽然每次约会都是美好的，但和他在一起后，我整体变得更差了。我本身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内核也很稳，但认识他以后，我变得经常心神不宁，自我怀疑，感觉自己都不像自己了。但因为他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我自己从内心都没办法责怪他。比如就迟到这件事儿吧，一方面我会想迟到就是不对的，他这么没有时间规划，到底是怎么考上哈佛的？哈佛的人好像都这样啊！我看这个网络传言，不是4点钟图书馆不熄灯吗？他们好像都这样，他们就喜欢啥事都往后拖一拖。另一方面，我会想，他看上去如此没有时间规划，他都能考上哈佛，他还学理工科，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可能是我看的太片面了。分手没？我先看看，这还不分手？我看分手没啊？没分啊。还没分啊，没分啊。他是说他跟这个男生不到3个月的关系，现在他很怀疑自己，哎，以至于他是如此完美，我都没办法责怪他。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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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有啥关系啊？这个兄弟嘛，就是比较自私。说的直接一点，好吧？你如果非要还要跟他谈啊，至少可以做一个调整，我觉得还挺容易调整的。还有5分钟发券哈。你现在说来说去不就这一个问题吗？说他每次约会迟到1、2个小时，你把你那个跟他约会的那个时间加一个时区嘛，加俩时区不就行了吗？你想约他12点，你就约他10点，完了你自己心里想的是12点，加个挂嘎表，挂那世界时钟那种，加个时区的事儿了，完事儿了。哎，但是我觉得啊，不是这么点事儿。他举了半天举例子，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完了甚至给我写的这个信里还要把他夸一堆，又是说他这个又精心准备了，又什么这好那好了。但其实核心问题是，认识他以后，我变得经常心神不宁，自我怀疑。你问我，你期待什么答案？赶紧跑啊！哈佛怎么了？跟哈佛没关系，完美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完美对你不好，你心神不宁，不是还是你心神不宁吗？他完美是他的事儿，你心神不宁了呀，你过得都不如以前好。他完美跟你有啥关系？因为完美舍不得，你不就是因为他有点完美，你有点舍不得吗？其实你已经很不得劲儿了，姐妹儿，你已经很不得劲儿了。你觉得这么完美，这分了有点可惜吧？是不是还是我想太多了？是不是我的错呀？
你这不越来越心神不宁吗？越来越闹心吗？你心情不好，他完美有啥用啊？跟你没关系啊，他再完美跟你也没关系，甚至是负关系，有点关系，对你不好是吧？甚至都不是没关系，都不如没关系，没关系还挺好，这是有负相关是吧？他越完美你越难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将来还得完美呢。这哈佛一毕业，嘎找工作赚的又多，什么认识的人又多，又上流社会了，这嘎一交际，人一走一过，全是那个西装领带燕尾服了，他还得完美呢，越来越完美，你受得了吗？你不就越来越闹心吗？搞不了啊！你想想吧，他将来肯定会更完美的，你得疯了，你到时候你这封信啊，其实我读下来呢，我倾向于认为是真的啊，但是你这个有个 bug， 姐妹儿，我都没好意思说，你们是不是也没发现？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啊。开头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没去过酒吧，甚至都不打游戏。后面的安排的约会行程里有密室逃脱、迷你高尔夫、野餐红酒、玻璃高脚杯。我不知道啊，前后有点矛盾，反正感觉上哈。密室逃脱算不算游戏吗？我说密室逃脱也算游戏啊，迷你高尔夫不是游戏啊。我接着读信了。你好，感谢阅读。我想加回前男友微信怎么办？我不是还喜欢他，不是放不下，也不是想复合，就是想加上他之后频繁的更新朋友圈，让他看看老娘有多优秀，过得有多好。但是我不确定对方现在是不是又谈恋爱了。听一个不太靠谱的共同好友说他又谈了，怎么办？我还能加吗？我的近况也不能让共同好友转述，因为共同好友玩的比较好的只有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对我有一点意思，我拒绝人家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男生来传递消息。你如果不是还喜欢他，不是放不下，那对方现在又谈了这件事儿，影响你加他微信吗？姐妹儿，给自己聊爆了啊！我觉得你还是爱他的，你还是放不下他，你就是想加回来他，想跟他复合。那不然你就是想气他的话，首先你就是想气他的话，那这个有一个他谈不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二，你为啥要想气他？你如果已经放下他了，你为啥想气他？你为啥想气他？你不就是没放下吗？你放下他了，你气他干啥？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气他干什么？行了，姐妹儿，那个姐妹儿，你就是还喜欢他，放不下，还想骗我，哎，别骗我了，也别骗自己了，你就是还没放下，别加了，加回来更放不下了啊！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就好好过，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别加他了，你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为了气任何人的把日子过好，才是真的好。过日子是给谁看呢？说我要把日子过好了，好好气气他。哎，我把日子过好，好好给你看看。你这日子给谁过呢？你自己把日子过好，不要给任何人看，自己知道好就好了啊！亲爱的小卖部的各位，你们好呀！我是众多听众的一员，听了大家精彩缤纷的故事，也激起了我的分享欲。我的故事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充满了令人无语的幽默感。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先生，他是一个极其别扭又充满少年感的角色。绝世天秤座，只是他说他下面的事情是他先生的事啊，跟天秤座没什么关系啊，不要感觉被冒犯啊。举个例子吧，我朋友比较多，我也喜欢几家一起出去旅行。通常第一次跟他说旅行的事儿，我不想去，他就会说，对于我这种直白的狮子座来说，好的，你不去，那就我去。显然我太年轻了，想少了。这位少年就开始不断的问我几个人去哪，怎么去。我说你不是不去吗？他就说也不是不能去。等到要出发了，他比谁都积极。哎，买新衣服，买新装备，然后他很快乐的出发了。等回来的路上呢，他肯定会说一句真没劲，下次再也不去了。通过我跟他10年的婚姻生活，发现这属于他的一套谈话程序。每次旅行他一定会加入，但是一定要把这一遍完整的演一遍。我知道你在说啥。就这个问题吧，我也跟他沟通过，他表示自己会注意的。通过我长久以来的观察，他还真不是故意的。只能说共情能力这种东西，真不是每个人都有。比如我做了一桌子的菜，
我们家3岁的小朋友都会说：“妈妈，你太能干了，我喜欢你做的饭。”而我的这位先生开门进来第一句话就会说：“我不吃晚饭，我太胖了，我要减肥。”这个时候我会让他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看现在的场景，然后重新说。这个时候他也会说：“啊，老婆辛苦了。”他是一个善良的、拥有有趣灵魂的好丈夫，也是一个温柔、会跟小朋友玩到一起的好爸爸。当然，他同样也没有办法共情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闹别扭的时候，他会对着我说。他会对着小朋友说：“其实我爱的是妈妈。”然后小朋友就哭得更惨了。啰嗦了那么多，我就是想问问蛋总，我该如何情绪稳定的跟我这位可爱的先生沟通一下？虽然我不内耗吧，但是我的乳腺也已经开过2次刀了。我想长命百岁。谢谢你。哎呀，我知道你在说啥。我爸就有点这个意思，我爸就有点这样。哎，就你给他任何新鲜的事物哈，任何新东西，我爹第一反应就是不要。不去，不是，不尝，不想知道，别告诉我，不关心。好了，然后过一会儿呢，哎，你看看我妈吃挺香，然后我们在这，他就过来了，吃，默默的弄完了。第二天问他说，哎，不喜欢。我爸就有点这种东西，这个意思，吃的最香就是他。吃完第二天问他说，爸，昨天那个怎么样？说不喜欢，是不是扫兴？这很扫兴。我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的？不理他，慢慢就好了，就不理他。以前嘛，就是我有看着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比如说酒啊什么的，是吧？我给他买点好的酒，哎，可别给我买，哎，我就喝二锅头不错，你可别给我买。那我现在就不买了，真的不买了，真的不买了嘛。隔3差5就会说，哎，儿子，上次在你家喝的那个酒你还有吗？我觉得跟天平关系不大。跟成长环境有关系吧。我其实不是，就你看我现在说也是比较调侃的说，我觉得我爸嘛，他们这种从这个匮乏年代过来呢，首先他小时候都谈不上他们的父辈对他好不好，他就是确实是匮乏，他就是吃不着用不上，一直都是匮乏，他没被人好，他其实就没有被人好好对待过。他从小到大他就没有被人好好的爱过，他就不知道人是可以去拥有很多新鲜的事物，可以去尝一些好东西。他就是匮乏惯了，所以我也不怪他，我就觉得挺好玩的。那慢慢就好了，你对他好点，慢慢就好了，就不会一直那样。很多老年纪比较大的，如果小时候是很匮乏呢，就会这样，会这样。跟她这老公情况还不太一样，她这老公还会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呢。我觉得她老公吧，我觉得她老公呢问题不是很大啊，就稍微有点扫兴吧。但你看她老公嘛。也会陪孩子玩是吧？他就是他马上认识到错误，马上会改口说老婆辛苦了是吧？就还行吧，就是有时候有点扫兴。我觉得你跟他情绪如何情绪的稳定的跟他沟通，其实就是沟通。我觉得你还是太在意他的这种那啥了。如果你真的是你说我这种直白的狮子座的话，你就再直一点。你就告诉他哦，我们说什么去旅行，你去不去？你肯定要说不去，你都说前头，你就说你肯定要说不去。等你要去的时候，你告诉我。等他要说去，说哦，你看你要说去了，那你什么时候买的衣服呀？等他回来的时候，你都抢在他前面说，你是不是要说不好玩啊，再也不去了？你跟他这么聊几次，给他聊不好意思。我觉得你这个老公如何情绪稳定的跟他沟通，你就直接沟通几次，你就跟他抢在他前面说就好了。你或者，我甚至建议你啊，你下次出去玩，你就直接跟他说，我已经定好了，跟我哪个朋友，我带孩子哪个什么时候出去玩，或者说你帮我在家看看他孩子，我要出去玩。我认真劝你啊，你不带他出去旅行个3次，你不带他出去旅行个3次，你再回来跟他聊这个事儿，他比较有体感，他就比较能记得住。你就不带他，硬自己出去旅行3次，回来跟他说我这次玩的很开心，因为身边真的没有一个人说真没劲，不想玩的不开心了。蛋总你好。
我高中放学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就再也没有忘掉。只因在人群中，咋唱来着？那调我找不着。只因多看了你一眼啊，不是找不着，找得着太高了，唱不上去。我说我咋没唱出来呢？唱不上去。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个时候虽然有联系方式，但是一直没有交流过。高中毕业之后我出国了，已经过去5年了，他点赞了我的朋友圈，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他发个消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滤镜作用，感觉很聊得来。比如他之前从来不看动漫的，但是我给他推荐海贼王，他就看完了。然后呢，我们就这么聊了2年已经过去7年了，就从高中放学毕业看他一眼这事儿已经过去7年了，又聊了2年啊。他也没表示他对我有什么感觉，我只能告诉自己就是朋友吧。最近他说他很想来我这边旅游，我又开始动摇了，但是觉得异国恋真的很难跨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怎么办？先见了再说呗。你这事儿还没发生呢，你就担忧上了。你俩见完你再给我写封信吧啊！你俩见完面说说都见了面都什么感觉？你对他什么感觉？他对你什么感觉？说了点啥？没说点啥？干了点啥？没干点啥？你再给我写封信，我到时候再看看。是吧？地陪。别这样，人家是高中在人群中看了一眼，再也没能忘掉，这是吧？别这样，肯定是很动心。这么多年，7年了都没忘掉，肯定是很动心的。投稿：我喜欢上了未婚同事怎么办？未婚同事啥意思？哦，我已婚，哈哈。我说干啥？喜欢上同事就喜欢同事，为啥要强调喜欢未婚同事？说我已婚，哈，嘿嘿，后面还介绍了自己的 MBTI。哎呀，我已婚 ENFP， 他未婚 ISFT， 什么 ISFP。工作有一些交集后，他先开始买糖请吃饭送东西，总能感觉到他对我很特别，以下就称他为买糖哥吧。后来他爱打游戏，我爱找他聊天，他就对我淡了，我反而上头了。有一次我焦虑发作，他回避产生，正好我休息就断联2周，后来上班又断断续续联系，氛围也不是特别好。我问他喜欢我吗？他说不喜欢。随后又有一个项目给我俩凑一块了，我大大方方的，然后呢，突然之间我俩关系就又变好了，天天骂骂咧咧也挺快乐。只不过他肢体总躲着我，不让我靠近他，单独在一个小空间的时候他也很紧张，又回到了当初他刚认识我的社恐状态。我希望他喜不喜欢我都好，能不能不紧张的跟我相处，否则我很尴尬呀。你少碰人家，人家能尴尬吗？已婚 ENFP， 这位已婚 ENFP， 你少跟人家肢体接触，人家能紧张吗？你还买堂哥，还怪上人家了，还说他紧张什么呀？我就摸一下他脸，他紧张什么？那你说他紧张什么？服了。哎，你亲他一口，他更紧张。你还单独在一个小空间，也很紧张。你就少给人家带到单独小空间去啊！你俩在公司上个班，你俩没事干，老往单独小空间钻什么钻？单位有那么多单独的小空间吗？少往小空间钻啊！真服，服不服？还有6分钟发券啊！真服。怎么办？少碰人家啊！你买罐照干条吧，你买罐牛脆脆也行。你以后只要见他手里必须给我拿一罐牛脆脆。你以后见这个未婚同事，你只要见他手里必须拿一罐牛脆脆，必须吃着，把你这2只手给我站住，你这俩小爪给站住。然后呢，他要吃牛脆脆，你可以给他一片，这没关系啊，这就正常交往。然后你只要见到他，你必须手是这样的啊，必须这样啊，腾不出手来啊。你2只不安分的小爪，你给我控制住啊！然后吃着啊，这个嘴也给站住哈。
你看看人家还紧张吗？保证不紧张。姐妹儿，控制住啊！最后你再这么整下去，朋友也没得做了。太行了，你可。但你好，我想分享一个不一样的人，那就是我自己。哈哈，我觉得我一个人生活真是太自在了。哦，这应该是个快乐的信，咱们读一封快乐的信吧。我今年30出头，母胎单身，从没期待过爱情。我好像从小对异性就没啥兴趣，没喜欢过任何男性，当然我也不是说是弯的，我是仙女座，有心理洁癖。我看到男的呢，就会觉得好臭或者好装。我喜欢美好的事物，在我眼里，男人并不美好。美丽的风景、可爱的小动物、有趣的事都让我更愉悦。我应该也没受过什么心理创伤。我父亲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他很懒，也没啥头脑。他经常跟我看抢电视什么什么，我很反感他。虽然我父亲是个正直、善良、气质好的人，但我很反感他。最后还来个但这应该不是原因，这不是原因。好的，这不是原因。或者学生时代遇到的男生太差了，没有启蒙出这种心理，或者我是天生的无性恋吧。不管什么原因，我从不觉得这是一种问题，相反，我觉得很轻松和自在，可能比喝了忘情水还好。毕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一种人。我也没有什么同性的朋友，都不喜欢。虽然有时无聊，也许是孤独，但这是人生的常态。就算拥有全世界，人也会孤独的。蛋总，你接触人多，见过世面，又读很多书，请问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少见啊？嘿嘿，还行，不是很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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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下面这个评论区，是不是很多人不是跟你一样吗？这种人挺多的，不是很少见，挺好的，开心满意就好啊，开心高兴快乐就可以了。不是很少见，也别觉得自己说特别那什么，没啥啊，日子能过得好就行，这挺好，只要能过得好就好。蛋，这是开头怎么现在都统一这么开头是吗？我要来讲一个我的故事。我半年前在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生，第一次见面之后，我觉得他的长相、谈吐方方面面都挺喜欢，很上头。但是他平时在北京读研，只是假期回我这个城市，所以一直在线上联系、暧昧、拉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居然有女朋友。我找他对峙，他也承认了，确实有女朋友。因为和女友吵架，出于报复心理，才在软件上找了我。过了一开始的气愤情绪之后，因为还是挺喜欢他的，我的上头情绪也根本没有消耗干净，就继续联系着。后面还见了2次面，每次见面都很开心，甚至还有亲密接触。但他人品确实太恶劣了啊！好的，比如飞机落地后当天晚上来找我，第2天中午就去找他女朋友吃饭，还骗女朋友其实他是第2天的飞机，他女朋友对也在跟我一个城市。最近呢，实在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这么好，凭啥要被这种关系消耗着？于是我跟他说断联，把他删了。但是让他给我写封信，发邮件，让他真情实感的给我讲讲他对我们这段关系的感受。本来删了他让我一度很难过，没走出来，但收到他的信，本来难以放下的情谊倏然间烟消云散。他的信里有错别字，遣词造句极其平淡，不抓人。你的信是写的很抓人，甚至某些用词让人觉得很拗口，没有什么驾驭大段文字的能力。这也说明了他的阅读量不够，文化素养一般，并且信中最主要的表达情绪是他好爱我，我好棒，我好牛，我好幸福。反而我其实最期待的是他对我表达喜欢、欣赏、愧疚、歉意，加他自己的纠结、挣扎、痛苦和祝我幸福。他很少，就算写了我也没有感觉到真意，通篇都是写他自己。跟各位姐妹共勉，喜欢一个男的就让他给自己写信，信里能了解他的素养，也能体会到他真实的想法。嘴上容易是装的，但长段的文字很难造假。行，来分享生活小妙招了。办法是个好办法啊，办法是个好办法，但我不相信你放下他，可能还更爱了，可能还更爱了。
真头晕。为啥？他要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给我写封长信，是吧？他说我决定跟这个男的分手，分开，停止这段关系。然后这个时候说你给我写封长信，你期待的是啥？你期待的是一封长信吗？你期待的不是说我会跟我女朋友分手，跟你在一起吗？你不是期待这个吗？没得到是吧？当他写啥，文笔再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给你写，你也觉得不好。你想要的答案不是这个呀，你是希望他说别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跟你好。没得到这个答案呀，没得到这个答案，批评起文笔来了，写啥你也不会觉得好的呀。姐妹儿，我说话那个可能有点残酷了哈，我说的直接一点哈。但是我直接一点呢，我觉得对你是好一点，不要再对这个男的有任何幻想了，你可别整这死出了。我向你发誓，你俩现在肯定还有联系。你至于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是吧？你俩现在肯定还有联系。我希望我说错了，但我觉得你俩肯定还有联系，不要再联系了，不要再搞自己了啊！好好的找个别的人，好不好？求求你了啊！听劝啊！真给我写信，真听劝的话，听我一句劝，别联系了啊！蛋，看看我又开始了，又蛋。我最近在接触一个男嘉宾，月入6W 左右。准确的说，我已经跟他接触1年半了，中途因为他工作原因断联系了。重点来了，到底是什么工作原因呢？你听我细细道来。主要是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是我被他带跑偏了，还是我需要反思啊？我估计你是被带跑偏了，我读看吧。他的工作呢是网络推广，就是一个网络人设，然后需要在群里带动气氛的，维护客户与客户互动，增强粘性的啊。这不叫运营吗？这叫网络推广吗？这个工作不叫社群运营吗？咱俩对工作的理解不一样吗？这是不是应该叫社群运营啊，朋友们？这叫网络推广，这应该叫社群运营嘛？但是可能他线上的人设太风趣、太幽默了啊！知道了，他就是呢，比如有一个群，有一个群呢，有一帮客户，然后他说他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牛翠翠是吧？他就有个人设牛翠翠，整个倍儿可爱，整个卡通头像，干那活的是吧？然后呢，可能他线上的人设很幽默、很风趣，就会有一些女性很喜欢他。别人与他在群里暧昧，他也会接话。他给我的解释是，这是逢场作戏，就是气氛组，大家都是网友，也没见过他，喜欢的是那个假人设啊，喜欢这个牛翠翠啊。我感觉我理解的是对的啊。我听着呢，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我又觉得哪里出个问题。客户喜欢的是他的人设，那就不能和客户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吗？我想了真的大半年，我都想不明白，真的是他说的那工作需要呢，还是他自己这个人就喜欢暧昧的感觉呢？最后我实在是接受无能，分开了，他还把我拉黑了。实在是因为这件事情吵过很多次，他每次都是说和他们就是普通客户关系。后来今年5月份又联系上，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变故。他说他想我了，我也是一脸问号，我就把他从黑名单拉了出来。和我聊天的时候还是很暧昧，也表达喜欢我。我一表达在一起，他就说暂时不合适，因为他的工作。如果我们关系近了伤害我，但是那又要联系我，这是要干嘛？我想过不再联系，但是我不联系他，他就又问我怎么不找他。哎呀，是挺爱聊天啊，这线上工作就是聊天，怎么还这么爱聊天？平时也会找点事要我帮忙，我真的是很混乱，太难了，想不明白啊。但你说到底是被他洗脑了还是怎么着？最后补充一下，我也在他的客户群里，用他的话说就是敢被我看到那就是没啥，要不能让我抓到吗？让我没事别看群了，群里都是忽悠人的。这句话我听着也好像有道理，但又觉得是歪理。你也在群，你俩是咋认识的？我看你俩是咋认识的？你俩要是因为在这个群里认识，那我能理解你为啥这么受不了，是吧？你也在群里，你这个结尾给我整懵了呀！你俩咋认识的呀？你俩是不是也是这么认识？我觉得你肯定还是挺喜欢他的，是吧？
分开了又加回来，加回来你又问人家，你又说要不在一起，他说暂时不合适，那就不合适呗。你就接着给他拉黑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不是刚加回，你再给他拉黑不就行了吗？你俩不是有群吗？你实在到时候想加，你再从群里加，你先给他拉黑了吧，然后你天天在群里看看他，你也能知道他在干啥。实在关心他在群里看看他跟别人谈情说爱不也挺好？你就当是你在谈，你看别人谈不是你就代入，你混乱啥呀？没啥好混乱的啊。他自己说的暂时不合适，那行呀，你听劝呢，那你别加他了呀。我读完了这封信，哎呀，我觉得我这边建议就是拉黑，然后在群里观察一段时间，好吧？反正你也在群里。我们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你们关注一下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然后你给他投一些七夕故事。我们七夕那天直播专场，我们讲一些好玩的、离谱的、精彩的、幸福的七夕故事。你们有这种此类故事，或者你编的也行，你编的别让我看出来也行，精彩就行。我看出来就不给你奖品了。就是好看的、精彩的、有意思的、真实的故事，我们尽量是这样的故事。然后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我觉得有意思的会搜奖品，七夕那一天，但我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爱复盘的摩羯座深受困扰，他算是我的初恋，我和他已经分手，他觉得异地不现实，我挽留无效，因为异地我们聚少离多，出去玩都是轮流付钱，他自己心里有杆秤，他花差不多了就会示意让我付钱。心里有杆秤，这么重新定义心里有杆秤吗？他花的差不多了，他心里有个算盘啊，这不叫心里有杆秤啊，心里有杆秤是其他的意思。心里有杆秤是说这个人比较公平正义，心里有杆秤。你这个叫心里有个算盘啊，他花的差不多了就会示意我付钱。但是我对于他不愿意为我花钱这件事总觉得很膈应。有一次他付个车费，到了玩的地方，我知道他又要让我付钱了，我故意不想付钱。他就说你不买门票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我就心里很难受，觉得他也太过于计较了，怎么就不想多付出任何一丁点呢？但是呢，在别的方面我都蛮契合的，观点也一致，外貌也是我的菜，也能就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感觉有精神上的共鸣。他很在意我的感受，敏锐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引导我的表达，督促我的进步，尽量满足我的需求。我能感觉到被爱。我的问题就是，他舍不舍得给我花钱和他爱不爱我有关系吗？对于爱我应该相信我的感觉吗？我想要他给我花钱这个诉求合理吗？他说关系平等要体现在方方面面，所以费用平摊。我觉得不对呀，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不知道怎么反驳。怎样是一段平等的关系呢？如果我没分手的话，我该因为他不舍得给我花钱而分手吗？可是我想应该也没有完全符合我期待的人吧？是不是某些方面选择妥协啊？我有点不能理解啊！你说的是什么？你对他这段关系好的描述，我有点理解不了。我们有精神上的共鸣，他很在意我的感受，敏锐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并引导我表达，督促我进步，尽量满足我的需求。尽量满足你的需求。你们坐车到了一个景点，他付了车费，完了他就说你不买门票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什么叫尽量满足你的需求呢？他敏锐察觉你的情绪，我看出来了，他敏锐的察觉到你不想付钱了，然后他引导你的表达，是这意思吗？他引导你表达意思就是他先说，他说你不买门票，我们可就不进去了哦。然后你就得买门票，引导你的表达，督促你进步。对呀，让你买门票嘛，督促你进步，满足你的需求，通过让你买门票来满足了你的需求，是吧？你能感觉到被爱，是这样吗？我怎么理解不了呢？你举的这个例子和你后面夸他的点怎么对不上呢？你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吗？你是怎么理解的呢？这太离谱了啊！我不是说，我觉得情侣说五分谈恋爱五分 AA 付款，这没啥，这很正常，很多人都这样，这没什么，我觉得说好商量好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说话有点，有一次他付了车费，他就说你不买门票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这可以这样聊天吗？丑话是不是应该说在前头？丑话说在前头，这丑话说在一半，说在山腰，这太丑了啊！丑话说在前头是啥意思？你俩出发之前就说，哎，亲爱的，我们这个钱 AA， 比如我要付车费，你就买一下门票，好吧？我觉得这就是人话，这没问题啊。
我觉得这很好，我可以买门票，这没什么的，对吧？他虽然是个丑话，说在前头就没那么丑了，对吧？哎，丑话不说在前头，付完车费以后，山腰准备说一句丑话了，说你要是不买门票，我们可就不进去了。我觉得核心问题不是说他不给你花钱，核心问题也不是说他抠，或者说他怎么样，是吧？AA 这都不是事儿，关键你俩得有沟通啊。他心里有杆秤不行啊，这杆秤得摆外头，你俩得沟通清楚。你俩如果能沟通清楚，没啥不能在一起的。AA 没啥，我知道有人结婚以后都 AA，这没啥。但是能不能说在前头？他这种说话方式有点不行啊，有点受不了。完了你倒好，他这么跟人聊天，完了你最后总结出来，我们很多观点一致。他很在意我的感受，敏锐察觉我情绪变化，引导我表达，督促我进步，满足我需求，我能感觉到被爱。今天投稿不用非投期，今天投稿你们今天有问题，今天可以投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稿。今天一会儿再收集一批稿子再念一下。然后你有什么关于七夕的故事，你投稿，我们七夕那天直播念啊。蛋总好，我从小就过着住校的生活，初中以后我就出国了。所以自知缺爱并缺少良好的沟通能力，我的前男友们也一直说我活得像一个机器人。昨天和前男友聊天，他说谈的时候就觉得我在 PUA 他，会对我的一些话有生理性的厌恶，但是我让他举几个例子，以防以后谈恋爱再说，他都举不出来。我是 INTJ 加摩羯，属于 buff 叠满，对自己的每个人生阶段都设定好目标，并向着目标努力生活。例如在28岁谈恋爱，30岁结婚。虽然我的好朋友都说我不适合谈恋爱，身边的男性配不上我，我的前男友们，我的好朋友们也都不认可，但我真的很想谈一个，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寂寞。我现在在国外工作，国外圈子很小，没有太多活动，我也只喜欢亚洲人，所以选择有限。巡视一圈后，觉得只有前领导的各项要求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又当目标要攻克是吧？我看看这后面是啥，我看一遍，我总结一下吧，写的太长了。好，重点，比我大11岁啊，比我大11岁。我们俩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像陌生人，他只知道工作中的我，并且对他来说亲密关系要一步一步建立，他不会因为想要女朋友就谈恋爱，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还说我虽然长得很美，但是脸看上去太臭了，不会笑，不会主动聊天，觉得很难接近。我有努力改正，但是他不喜欢发信息，只喜欢打电话或者面对面聊天，所以再干嘛大法不太好用。我们社交软件的频率大概就2周聊一次，还每次都是我主动发。哎呀，之后我们有了几次深入交流，还单独出去吃饭了，虽然过程都有些尴尬，但有了更多的接触，每次都在车上聊3个多小时。我以为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他上个月和公司提离职，但公司提前把他裁了。他工作的最后一天，第一次主动找我吃饭，带我出去玩，我也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虽然他说喜欢我，但我觉得这种喜欢只是对朋友的。他也表示过我是他的朋友，是可以考虑以后成为女朋友的朋友。我问他，那我这样的还能成为女朋友的朋友有多少？他说还有2个。倒挺诚实。这真诚，太真诚了吧？这个给我真诚不会了呀，这么诚实吗？还有2个，我有点受打击。而且他还和我们共同的朋友说，和我长时间对话让他觉得不舒服，很累。我听朋友说完以后觉得真的很无语，明明是他让我多讲话，我在尽可能靠近他的想法而改变，但居然还被他背后蛐蛐，我就想放弃了。我知道自己不擅长谈恋爱，不会说话，太有计划，但真的很难改。我也好想谈恋爱，有人能够依靠一下。想请教蛋总，我可以怎么做改变？你找那个跟你一样有计划的呀，你找那个跟你一样计划性、目的性很强的呀，相亲啥的，好吧？你找那种跟你一样的去，相亲什么的啊，很难改变。哎呀，有人能够依靠，你就找跟你有一样计划性的呗。OK。找那个跟你一样有计划的去啊 ，OK，
你的目标都这么猛啊！28岁谈恋爱，30岁结婚，那我觉得你就赶紧相亲啥的啊！你把你的计划告诉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好好给你介绍一些。相亲也行，找朋友介绍也行，一回事儿，就是找这种有计划的。蛋总你好，我就把你当成一个树洞吧。好的。我有一个很诡异的事儿跟你分享分享。我老公属于经常出差的类型，他每一个滴滴打车都会推送到我这里，当然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滴滴打车都会推送到你这儿？就在上上周的一个工作日，我收到了一个他滴滴打车的推送，时间是凌晨1点半到2点20吧，距离是50米。地图上看就是拐个弯的距离，我真的感觉好诡异啊！为什么50米的距离要凌晨在滴滴上待50分钟？太诡异了，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吗？我给你提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不说那个不往坏处想，我给你说一个好理解的啊。凌晨1点半喝多了，同事们把他送回了酒店，喝多了。酒店大堂，他吹牛说撤，喝多了，你们撤吧，没事，我自己能上去。好了啊。等别人走差不多呢，他酒没完全醒，他觉得自己还没回去，拿出手机，打开滴滴，定位，稀里糊涂定位自己酒店，稀里糊涂的，然后出去以后上车说，哎，你去哪儿啊，兄弟？按导航走，不是你这个定位不对，你这定位就在这儿啊！哎呦，别管，按导航走，吐，司机说，吐车200，50分钟很容易就过去了。最后呢，说，你打电话让你朋友来吧，兄弟，我怎么回事啊？怎么没给我送回家呀？我怎么在车上呀？我吐车上啊！你们在哪儿呢？刚送他的人又得过来接他赔钱，50分钟很合理啊，是吧？发生这种事是很合理的。但是姐妹，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你老公每次出差滴滴打车都能推送到你手机上，是为什么？我就不问了。为什么每次推送到你手机上，你从来都没告诉过他？已经出个这种事儿，半夜打50米的车，在车上50分钟，你还是不肯告诉他你能看到他打车，真能忍得住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告诉他呗。你想发现啥？你在期待啥，姐妹儿？你在期待什么？你期待的那种事真的发生了，你会开心吗？你要是听我一句劝，就好好跟他说哥们儿，你每次滴滴打车呢，都推送我手机上，可能我是你紧急联系人吧，还是啥？你那回有一回半夜打车50米，50分钟，你咋了？你出啥事了？我刚刚那个演绎呢，就是一个合理版本，那还有好多种可能呢，是吧？好多种可能，你就问问他们。你要是真的关心他、担心他，你就跟他聊聊，说清楚。你作为他的紧急联系人，是吧？但如果你只是想侦查他、监视他，不推荐。再演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再给你演一个版本，更简单的。我一会儿要用一个道具啊，不是抽烟啊，是这个咖啡味的高纤维夹心卷，里头是苦咖啡的哈。叫个车，滴滴到了，滴滴咔停楼下了，你这个老公就上车了，上车点根烟。专车司机说：“哎，那个不好意思，乘客，我们这车上不能抽烟。”说兄弟，我要跟你讲一下我的遭遇，你也想抽烟？你把窗户打开。说那您去哪儿？把地址改了，哪儿也不去。你前面拐个50米，前方你就停路边就行。你把表打着，你记着价，我到时候给你钱。我也不是这事儿跟谁说，我跟你聊聊吧。说你咋了？那个乘客，我看你还喝点酒，遇上什么难事儿？没什么难事儿。我怀疑我媳妇儿啊监视我。我媳妇儿好像是我每次用滴滴打车，她都知道我在叫车去哪儿。然后开车说：“哎，那，哎呀，你也没有证据啊，兄弟，你别往那，你怎么这么，你别这么想啊。”所以咱们俩今天
你就停这儿陪我抽几颗烟，咱们这儿停个50分钟，回去我就知道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是吧？还有很多种可能，我就不一一给你细推了。我就劝你最好是就是直说跟他聊聊。还有什么可能？不想说了。叫车一到，点根烟一看说，是你啊？怎么是你？你猜有完？你猜有1万种可能，你最好跟他赶紧说，直接说就好了。你一直猜不是剩自己闹心了吗？姐妹儿，你听我劝啊，你回去好好跟他聊一下。聊完之后呢，我们也挺好奇的，聊完了听听他是咋说的，到时候再给我写封信。为什么50米？那就是拐了个角，这靠边停车嘛，停车了嘛，上车以后没走，停车了嘛。蛋，你好！自打你出现在荧幕以来，你总是那个又帅又有趣的男孩。写错了吧？这个信不是给我写的吧？又帅的是谁？写错了，投错稿了，不是给我写的。去年年底我谈了一个男朋友，当时就觉得磁场非常合适，灵魂特别契合，喜欢的事情也很类似。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可能有一些激情已经褪去，但是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依旧没有改变。前段时间魔兽世界开服，他开启了打游戏模式，下班后会给我打2到3分钟的视频，意思就是告知我他下班了，要去打游戏了。我也很明白，男人至死是少年，打开游戏后根本无法控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成年人应该多一点自由，所以我也不打扰他。但是每天都要打到12点，有时候打副本要打到1、2点，第二天还要上班，这个睡眠严重不足。我俩因为这个问题说了好多次，嘴上答应的很好，行动却完全不听，我很无奈。目前我是自己在家住，以前他都会跟我打视频或者分享一天的日常，现在白天依旧正常，一到晚上我感觉我跟单身也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会找事情做，让自己尽可能充实一点，不要去太考虑。但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蛋总有什么好建议呢？没办法啊，没办法，没办法，魔兽世界就是这样的。过2天那个黑神话悟空一发售，你更找不着他了。没办法，9月份巫师传说也回来了，全完了啊！没办法啊，黑神话你有日子要遭罪呢。马上黑神话悟空要发了，然后炉石传说要重新开服了，没戏啊，就是治不了啊，解决不了，全完了。你未来这半年你都见不着他，全完了，没办法。以前嘛，那个我们小时候有个流行歌叫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吧？现在不是了，现在是爱上一个打游戏的人，真是说不清楚这个不回家和打游戏孰轻孰重。爱上一个打游戏的人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差不多的，没办法了。你要不要试试？你也打打游戏，你看看你俩是不是能在那个里头聊一个？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没办法，没有办法。还有3分钟发券。我的朋友王建国。为什么腰间盘可以突出到病例拿出来给学生讲课的程度？魔兽世界，你说他不光是不理你，他连自己的腰他都不理，他的腰的死活他都不管，就是魔兽，就是巫师，没办法啊，没有办法。以我跟王建国认识10多年的这种观察，绝症没治。而且游戏是一个接一个的出，但为啥不爱打游戏？我还行啊。我游戏不是完全不爱玩，我也玩，我玩就玩那么某几个游戏，我特别喜欢的，但我确实没瘾，我就没瘾，我就啥玩一会儿就放下了。我给你们讲讲我不爱玩游戏到什么地步，你们听出来都觉得可笑。我小时候打游戏，我多不爱玩游戏啊！不推荐啊，大家别学我啊！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不爱上学。逃晚自习，晚自习我也不上学，不上学呢，晚自习逃了呢，跟我那个好朋友钻网吧。去网吧呢，其实我就是不爱在晚自习待着，其实去网吧我也没啥事我那会儿就看看电影，看看书啥的。然后，哎，我同学呢在那会儿玩 CS 练狙啊，就是里头 玩 CS 里头有一个那个枪练，他就练那个枪。我无聊到什么地步？我给他当靶子。我也进入那个游戏，然后我就跑，我就在那里头跑，我就让他练怎么打我，我都懒得说跟他对打一会儿啥的，都没有那个兴趣，我就在那听着歌，在那瞎跑，在那个游戏里，最后给他练出来了，枪法确实很好。网吧看书第一人没有吧？那会儿我们那会儿像什么鬼吹灯这种，那会儿就是网吧看啊。
这咱网吧看看。我们那个时候，你们现在很难理解了。我们那个时候为了看点这种像《鬼吹灯》这种书，用文曲星看，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说啥，可能你们都太年轻了。我们那会儿用文曲星看，你们知道文曲星是啥吗？是吧？啊，还是有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是吧？哎，有一些朋友年纪跟我差不多。对，电子词典。MP4，对，那会儿就用那玩意儿看书，看电影，有 MP4 就能看电影了。那会儿还没 MP4 呢，上高中那会儿就用文曲星看小说。那书那会儿下载个书，从网上下载一个书特别麻烦，贼复杂，倒腾半天，最后装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还是掀盖的一个小电脑上，黑屏啊，墨水屏，可以玩贪吃蛇，玩贪吃蛇。上课的时候就在那儿看书，那会儿特别麻烦，我都难以想象，我如果是现在在这个年代去上学的话，我现在觉得现在学习真的太方便了。你想看什么书、听什么歌、看什么，简直太方便了。我们那会儿想看点书、想听点歌，那简直是太费劲了。对，说现在所以现在小朋友诱惑也多。对，真是，你说那会儿那么费劲下个本书，那真是看的特别认真。你现在嘛，你现在随便弄个读书软件，咔咔咔咔咔里头装100本，哎，一本都不想看了，说这唾手可得，反而不想看了。那会儿随便哪能弄本书看看。你高考语文考多少？130来分吧。我高考语文是在那个什么背诵题完全不填的情况下考130多分，不背，不想看，不想背，是吧？这都童子功，所以为什么现在读信可以很快的看到题眼，知道你想说啥？童子功啊，从小就是干这个的。亲爱的蛋总，我有一个朋友，行，哎呦天，行，又是一个不信任我的人，拿我当外人。她跟她的前男友在一起快2年，今年6月份的某天，前男友主动承认喝酒时跟另一个女生接吻了。她很生气，接受不了就分手了，但其实心里还是喜欢，之后也偷偷联系，就说他是前夫哥吧。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从小联系各方面都挺好的，简称发小哥。发小哥知道他分手以后，马上就表达了爱意，而且特别爱。我这个姐妹就想着无所谓了，行吧，那就跟发小哥在一起吧。但其实心里也不怎么喜欢发小哥，哎，没有什么谈恋爱的这个感觉。反转又来了，因为和前夫哥纠缠不清，经常私下见面约会睡觉，但是没有明说和好之类的事情。觉得嘛，就肢体接触就是出轨，无法原谅，所以现在我这个姐妹呢，满满的负罪感，觉得谁都对不起了，属于有点原则呢又不多的情况。现在马上前夫哥又要来和我这个姐妹过七夕，哎呀，那这发小哥咋办呢？七夕那天找什么借口不跟他过七夕呢？啊，跟前夫哥过七夕，一边很开心，一边又得把发小哥藏起来，有点焦虑和害怕，但是两边又有点舍不得，一起过呗。七夕人多热闹啊！哎呀，蛋总，我这姐妹该怎么办才能减轻心里的一些负罪感？你想解决的是减轻负罪感的问题啊？你想解决的就是减轻一点负罪感。我以为你要问我怎么选呢，你给我来一个减轻负罪感，意思就是还得这么处，但是就是有点负罪感，有点难受，想问问我怎么减轻负罪感。或者该怎么跟这个2个男人和平沟通，然后明媚的继续生活。明媚，这词让你用的，明媚。还有机会跟发小哥做普通朋友吗？认识都20多年了，不想做不成朋友啊！爱蛋总，马上拉亲友团买牛肉。你这亲友团里应该就有发小哥吧？认识20多年了。我的妈！我的天！我感觉你没啥负罪感的，你就是嘴上说说吧，没感觉你太有负罪感啊。我看你挺高兴的。哎呀，你是不刚去那个巴黎演了一段那个开幕式，回来给我写信了？
是不是有那么个开幕式来着？有这么一段来着？别整了啊！感觉你没啥负罪感啊！别整了，别搞了，赶紧把你这发小哥放生了吧！你就不喜欢人家干啥呀你？把这发小哥放生吧啊！让你发小哥过来看看我直播，买点牛脆脆，算你亲友团的一员。你就好好跟人家说吧。你说哥们儿，你们都认识20多年了，有啥不能说的？发小哥嘛，认识20多年。你说哥们儿，真不行。这段时间啊，咱俩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不行。咱俩是20多年的朋友，不能因为爱情毁于一旦啊！爱情算什么？我们20多年了，咱们这关系，咱们这关系能因为点情情爱爱，咱们这20多年哥们儿不做了吗？兄弟，分手啊！咱俩赶紧分手。爱情这种事儿，爱情的苦，我还是让别人吃。咱俩甜甜蜜蜜的啊 ，OK 是吧？好好跟人家说，赶紧分。七夕好好跟前夫哥过复合是吧？你不就这点心吗？给这个发小哥买一瓶这个爱手工的这个，说还是爱你啊，但是确实是20多年，咱们这种爱已经血浓于水的爱，太爱了那种爱啊！恋爱就不能谈了，恋爱已经配不上我们俩之间的爱了。送你一瓶酒，七夕咱俩过不成了，分手吧。啊，6一儿童节记得找我，咱俩是从小在一起长大，每一个6一儿童节都有你，以后的6一儿童节必须有你。七夕咱俩确实过不成，买点10分可的这个。给你那个前夫哥，你就别买了。你这个前夫哥呢，你把我的小红书小清单分享给他。你说七夕，我决定跟你过了。你首先给我买瓶酒啊，这个酒我有用，我要那个转送给别人。然后你给我买点零食，咱俩七夕过。你前夫哥说咱俩七夕咱俩过，你那个男朋友咋办呢？分了，已经分了，咱俩以后就一起过了七夕。说那咱俩七夕那天不用躲躲藏藏了吗？不用啊，咱俩大大方方的啊，咱俩就去你家，咱俩看李诞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七夕那天呢，你们可以投稿一些精彩的七夕故事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那天我们七夕专场会念一些七夕节离谱、好玩、有趣、幸福的故事。到时候精彩的信呢，我就会直接送点礼物，欢迎大家投稿。尤其是刚刚来信这个姐们儿，我希望你最好就在这2天把手分了。你这2天分手以后，你肯定有故事。七夕当天再给我投稿，看看你这个七夕节过得咋样。七夕是周6，你这日子明媚不明媚吧？你就说，我这大光头给你灯光一打，七夕一过，你到时候同款的这个咖啡夹心卷一抽，牛脆脆一吃，小酒一喝，你不就剩明媚了吗？心情非常好，是吧？你那发小哥呢，估计会难受2天，2天以后也好。明媚啊，非常明媚。但我是80后姐姐，我也80后啊。和老公自由恋爱，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没有什么风浪，生活至今。但是我最近看到他就烦，很正常啊，这个就是时间长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啥都不对，忍不住发脾气。以前跟人根本舍不得吼他，现在张嘴就吼，很不喜欢河东狮吼一样的自己。问如何找回温情？他还有少年感，而我的少女感没有了。其实也有小姑娘往他身上扑，但他守身如玉。我甚至分析过，是不是怕他被小姑娘拐走，我就暗示自己先不喜欢他了。求破解，问错人了哈。姐妹儿，其实也能给你点建议，但是我说这个建议感觉有说服力吗？找点事儿干，找点事儿干，找点事儿干，姐妹儿，找点事儿干啊！已经生儿育女了是吧？如果你觉得其实还爱他，只不过是没有温情，你没事儿干呢，你就会拿他当个事儿。你自己找点事儿干，找点兴趣爱好啊，自己出去旅个游啥的，带着孩子去学游泳，孩子学游泳你也学游泳。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找点事干，给自己找点事儿，别老跟他在一块处，天天都出去玩玩，嘚瑟嘚瑟。哎，回头一看也就温和了，也就懒得跟他吵。我和男朋友之前是异地，后面他为了和我在一起啊，刚那个姐们儿说80后姐姐那个姐们儿，我完整的意见就是你找点事儿干，你没事儿干就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这个老公身上，找点事儿，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给他填满。我和我男朋友之前是异地，后面他为了和我一
一起就到我的城市来工作了，现在算比较稳定下来了。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挺爱我的，但是在平时相处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他不在乎我的感受。比如我磕到了、碰到了，他从来不关心我疼不疼。你是经常磕到碰到吗？下班回到家在一起的时候，也总玩手机，不怎么和我说话。每次和我出去玩也是不怎么开心。如果生气了，他是会哄我、抱我、亲我；但如果是平时没生气，他从来不会主动亲亲抱抱。现在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和他继续下去。我自己也是敏感、爱多想的性格，就经常纠结他到底爱不爱我。哎呀，你这个举例讲的事儿有点不太具体，所以我有点看不太出来哈。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就是不太会表达爱，有的人当然有的人他就是不爱，是吧？但我也确实见过他不太会表达爱的。因为说实话吧，这个男孩，尤其是男孩，很少受这方面训练，就从小呢也没接受过多少表达爱，就是我妈吧，还能说个爱我，我真从来没有一点记忆，我爸说过爱我，有没有？就是会有点这种，就是这个很多人他不会表达爱啊，这还不是说我不是说替你男朋友狡辩啊，真的很多人是不会表达爱的，他就是他没受过这个训练，他没受过这个训练呢，他就说不出口，他就别扭。我觉得是这样，你在跟他分手之前，你先试一下，你教教他，你先这么教。你说，亲爱的，以后呢，我说爱你的时候，你也说个爱我，然后每天你规定自己要说3次爱我，啊，比如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就要逼自己跟我说一下，你试一试，你1个月以后，你看他这件事能不能变成自然的。如果1个月以后变成自然的话，那其实他就是爱你，他是不会表达。1个月以后他还在那儿跟那个背口令似的说，我好爱你什么的，那就算了，那就不爱你。如果他真的爱你，他试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这个把爱表达出来是挺好的，然后慢慢的，如果正向循环了，就会好的。你别老觉得我开玩笑，我认真的，我认真的。这个就是先强行先练练。他如果真的爱你，他最后会适应的，他就觉得哦，原来我一说爱他，他那么开心。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就是希望你开心嘛，他就会慢慢的很习惯的说了。猕猴桃是这个大的是9个啊。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不会表达啊。最近遇到一个情感问题，想要问问你。他比我大3岁，我俩家是一个地方的，我们都在国外上学。他在美国，今年已经毕业回国，我今年年底毕业，但是呢还要去再读个研究生。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异国，微信上聊了3个多月，能感觉到他对我有意思，说等回国见面。上周他回来了，见了第一面，刚见面的时候他就夸我好看，比照片上好看，然后去玩个密室，全程都很照顾我。很多的肢体接触，是密室不就是肢体接触吗？多可怕啊，那玩意儿太恐怖了，谁去谁都肢体接触。他还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哎呦，这挺浪漫啊！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然后呢，又去看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哎呦，整的怎么像华侨似的？不就出去上了2年学吗？怎么整的跟归国华侨似的？还去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看？这一般不都是说这个说海外旅居多年的这个华侨才这样吗？没事啊，我就开个玩笑。我其实觉得还挺浪漫的，我觉得挺好的，我就开个玩笑。毕竟我就是忍不住有个梗想说一下。后面几天就每天都约我见面。第2次是他骑机车带我去看日出，这整的都挺浪漫啊！你们俩这约会项目都挺浪漫。然后中午和他朋友见面，一起吃饭打牌啊，终于有点接地气了，打牌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很关注我，我一个小小的动作他都看在眼里，下一步要做啥他都会帮我做好，真的好细心呢。今天晚上他又来找我散步，哎，这么近的事儿吗？给我投稿。今天有点现场直播了，今天晚上来找我散步，是我们第3次见面。他说了很多他的想法，他表达了不想谈异国恋，他想等我毕业1年半以后，哦，那就是1年半以后他毕业啊。然后呢，他说不想谈快餐式的恋爱，想认真的谈。他说他现在还没有工作，不知道干什么，他还没有做好负担责任的准备。然后呢，说我俩才第3次见面，都是在相处玩的时候，
啊，都是在玩，相处的时间不多。他说人和人的相遇都是快乐的，但是真实的问题还没有遇到，他觉得需要时间再好好的彼此了解，然后问我能不能先就这样的关系到12月底等我毕业回国，现在就是每天聊天打电话之类的。他说他可以，我说你不会接触别人吗？他说只要他不想，他就能做到。他说他现在有正在接触的对象，就不会去接触别人。问我什么想法，我就说我没想那么多，但是感觉时间确实有点短，但是要等我读完书，那就1年半了，那时间也太长了。后面他就说那就半年，愿不愿意保持到这种关系到12月底？我说他让我跟他拉钩，然后他很高兴的背了背我。这么浪漫吗？啥意思呀？背了背我。今天也主动牵了我的手，我不懂他的想法。我之前谈的都是很主动很热情的那种，之前他给我的感觉也挺好。今晚说完话一说完，我在想他是不是在吊着我呀？他在权衡利弊，拿我当备胎，但是相处起来感觉人也蛮真诚的。他谈过2个，他说是前面谈过的这2个教会了他很多，所以他现在会想的多一点。他说他能理解我，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会想很多，觉得直接谈就行。所以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想法？我还有没有必要给他接触啊？我不想给人当备胎，我也不缺人追，主要是接触下来对他的感觉越来越好啊！现在就这一下给我搞困惑了，蛋总帮我分析分析，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啊！姐妹你再看吧，你可以看看下面的评论啊。关键这个约会过程是不是有点太行云流水了？去看他的小学初中，去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骑机车带我看日出，背我，然后说先别谈了，半年以后再谈，然后说不会接触，半年以后谈。不知道啊，我其实有点分析不出来，你们可以看你可以看看这个底下姐妹们说的哈，但我不太懂啊。那你们，他说你们就说了2次，说保持这样的关系到12月底。那你们现在这样的关系叫什么关系呢？谈而未谈。你们现在这叫啥关系呢？谈了，但是没谈，如谈是吧？如谈，谈了但是没谈，保持到12月底，说半年以后再真谈。现在是如谈，这啥关系啊？不太懂啊。不太懂啊，不是，他说真实的问题也没有遇到，人和人的相遇都很快乐，觉得需要时间好好彼此了解，问我能不能这样的关系到12月底，每天电话聊天之类的。那这是干啥呢？这不就是谈吗？这好多朋友在下面说这个男的心眼多，但我怎么一眼感觉这个男的很幼稚？我是感觉他是幼稚，我没感觉他心眼多，我感觉非常幼稚。我的感觉是幼稚。我就说这话，这不像大人说的话，这说啥呢？这也不像有心眼的人说的话，这说啥呢？叨叨咕咕的。他主要干的事儿吧，特浪漫，再加上他说的这个话，我就觉得是有点幼稚哈。一会儿骑机车看日出啊，一会儿看小学初中了的。我觉得这样吧，我是不是要说一个特别？哎，我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道德不太对啊？我说错了，你们纠正我啊！我是这么感觉的。我说一个，我是说错了，你们纠正我，你们可别骂我啊，姐们儿。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你不是马上就又要出国了吗？完了，你的担忧是觉得他拿你当备胎吗？完了，你俩现在是要保持这样的关系到12月，然后但是又没谈嘛？那你俩是不是其实是互为备胎啊？对不起啊，我这个说的可能不对啊，就是。那如果你在这期间遇到喜欢那个，你就跟他说呗。你说朋友，不好意思啊，我遇到喜欢的了，我跟你保持不了这种关系了，再见，我谈恋爱去了，是不是也可以啊？完了，你要没遇到就这样呗，就反正又怎么样呢？他也不在你的生活中，你不是在国外读书吗？我怎么听下来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本来你不就要出国了，然后跟他也不在一起，有时候打打电话聊个天，这不就跟你俩以前网恋一样吗？就打打电话聊个天。你俩也没谈恋爱，就是网上暧昧，行嘛？那就打打电话聊个天。突然有一天你说，哎，我好像喜欢上别人了，这个人我不是很喜欢，那你就跟他说呗。你说，哎，咱们这种关系也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咱们这种如谈的关系可以如散了，
哎，咱们也没有真的谈，那其实也没有真的散，所以咱们如谈如散啊，如痴如醉，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给他背一段《金刚经》，然后你就谈恋爱去，是吧？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自己说的嘛，要这种关系，我其实一直没弄懂这种是什么关系。那行吧，那就这种关系，那你要真要谈恋爱了，那也不能怪你是吧？你也不是说我怎么样，对吧？你又没跟我怎么样，那我又要谈别的恋爱了，那就刚有一个人出主意，我看说你说不行，咱们哪能半年，咱们得保持这种关系2年，急死他啊！信快念完了，大家可以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蛋店员今天投稿，我一会儿就念一些今天投稿的部分了，之前投稿的快念完了。亲爱的那个伟大的同事，帮我再收一收今天的投稿。蛋求助，我跟我婆婆和我大姑姐家都是挨着的，平时我家都是跟我婆婆家一起吃饭，我大姑姐家的晚饭会在我婆婆家吃。我结婚到今年已经8年了。结果我最近突然收到了我大姑姐老公的表白啊，姐夫呗，你丈夫的亲姐姐的姐夫呗，姐夫给你表白了，这么猛吗？最开始他是给我分享搞笑视频，我就随便回了几个表情，他看我回消息就开始跟我聊天，就类似于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做。我要出门给你买点什么吧，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啥啥啥的。刚开始虽然没有直说，但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7、8年虽然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除了饭桌上，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和他聊过天。有事儿我也是联系我大姑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回复个不用不需要。结果他后来直接给我发好想你，控制不住的想你这样的话，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好烦躁啊，救命啊，他已经丧失吃饭资格了。你们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群可以把他踢出去了，赶紧跟你老公说吧，会不会只是发错了？会不会只是发错了？朋友们，瞎吗？1天发错，2天发错，先分享搞笑视频，又给你做好吃的，完了又要给你买东西，这不发错？这能发错吗？而且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在一个家里吃饭。不小心备注错了，错不了啊，错不了，没事儿，就是错了也没事儿，错了你跟你老公说天天给我发，你老公肯定疯了，肯定跟他姐说，一对峙说啊，我没发呀，我不是发给你的吗？不可能吧，说不出这种话来吧？我觉得这事儿你得告诉你老公了，这个太复杂了，因为这个家庭关系你不能独自承担，你独自承担你以后就说不清楚了，姐们儿。你要是说你不跟你老公说，他们又没办法保持距离，他们就连着住在一起，还经常一起吃饭。你要是独自承担，大概这个责任可能你小心啊，你最好趁早告诉你老公，最好是赶紧告诉你老公。姐妹儿，结婚8年了，这事儿你别想，我觉得你承担不了，让你老公琢磨吧。你老公跟不跟他姐说，跟不跟他姐夫说是他的事儿，太复杂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其实这个办法弄完了吧，大家也是很尴尬，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这太可怕了，咋整？以后估计跟你大姑姐也没法见面了，尬住了，彻底尬住了，彻底尬住，头晕。你这个姐夫太猛，真行，人真的太复杂，人真的太复杂。真的头晕，这个故事真的头晕，这故事真的让人头晕，令人烦躁不安。蛋总，我有一个小外甥女特别可爱，但是我不喜欢她妈，也就是我的堂姐，她特别爱占我和我姐便宜，我姐公司有什么福利她都要，甚至提出想用我们的公积金给她买房。我上了几年班又去读研，不太会买衣服，不太会花钱，还有点懒。有的时候嘛，自己买衣服或者点外卖，让堂姐发现，她就要阴阳怪气的说太贵了，怎么样？特别想控制我。
之前还会不通知你就给你买衣服，买的很便宜那种，然后以此来占你的小便宜。我最近在家，堂姐的家离我奶奶家很远，她最近回老家玩，但是呢会来我家。之前我家没人，她会带着孩子来我家住几天，我觉得这很没有边界感。所以最近我给她说，最近不要来找我，我要写作业。但是我又好喜欢我的小外甥女啊，好想见她，我该怎么办？有多喜欢？这么喜欢吗？这么喜欢？下面这个评论我看，好好学习吧啊！有那么喜欢吗？喜欢看看照片得了，有那么喜欢吗？非要特别喜欢带他去游乐园啊！非要是特别喜欢去带他去游乐园，他妈总不会跟着吧？哇，这后面有一些一个不太有意思的话题。我的故事是这样：我有一个妹妹正在上学，家里父母忙于生计，父母就让我来教育妹妹学习。而我从初中开始就已经开始着手教我妹妹了。那时我还是一个需要教导的孩子，而且自己的三观都不成熟。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潜移默化中我已经习惯像一个家长一样去教导她。而我的妹妹学习一直不是很好，有时我会自责没有教好，至少在学习方面。如今她高考填志愿，我一如既往的去催促，教他如何去选学校专业，我甚至一步一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是他给我的结果很差，让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认真对待重要的事情。我问他的想法，他保持沉默。回想起以前，也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说教，跟他每次 battle 中，他的态度就是委屈，事不关己，我满肚子火，同时我又很委屈，我这么操心是为了谁？每次都是这样，周而复始，泪失禁。我像是个被驯化的小怨妇，我很讨厌这样的感觉。我也明白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要放下助人情节。我想过撒手不管，但是我不想他走弯路，而我给他的建议对他来说已经是很轻松的路，但是他光听不做。这个助人情节我想放下，但是我放不下，我怎么办呢？我要抑郁了。你妹不抑郁？我感觉我会收到一封你妹的信。从小我姐姐像比我爸妈还像爸妈一样的管我，他从来不关心我喜欢什么，他只关心他给我规划的道路。今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就不理他，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读一个我喜欢的专业，我不想再跟他交流了。但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别管了啊，别管了啊！你妹都成年人了，人家干啥吧，你管不了啊！你实在是爱他呢，等他真的犯错了。你给他兜底，你当他的一个你当他的后面的保障，你不要给他规划。你真的是爱他，他犯错了，你给他接住，你给他兜底，这叫爱他。你别给他规划了啊，你让他自己去犯错了。真的爱他的话，别给他规划了啊，别给他规划了。你真觉得他走上不对的道路了，也不会不对到哪去嘛。你觉得他走弯路，那弯路不走，你弯路不让他走也不行啊，一辈子走你走的直路，他自己一点弯路不走。也是个完蛋啊！你还不如让他去走走，你就等着他真走个弯路，他真撞个南墙，他会回头来找你啊！你就爱他就好，你不要管了，最后容易结下仇怨，失去了一个妹妹。但我是个女生，目前身边几个好朋友都有了稳定的伴侣或已经领证。哎呀，他们经常是伴侣在一起，或者是组队，情侣4人、6人组队约会。我能理解他们情侣组队很方便，既能和对象在一起，也能和朋友在一起。我也参加过一次，确实大家说说笑笑很欢乐，但整场只有我一个人单身，很多时候着实的是有些尴尬。我目前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但又觉得朋友们都成家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越来越疏远，尤其等他们成为了妈妈，有了宝宝。我更难参加了，这个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显，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人的社交模式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吗？我好像没跟上这个变化，好尴尬。怎么看这个情况呢？很正常啊，就是会这样。但是这又怎么了呢？不可避免的越来越疏远，疏远就疏远呗，交点新朋友。而且这个也不是说不可避免，你跟小朋友很好玩的，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也挺开心的。我经常跟那个李泽他们带小朋友，我不是健身吗？我今天下午还带李泽那个女儿李泽他们去，我让那个小朋友也去体验一下。小朋友很好玩的。你到时候可能又发现很开心了，你就自己也不用生孩子，还能玩别人的小朋友，特别快乐。
我健身那个老苗，我那个健身那个地方，其实他不是做健身的，就是我上次直播说过，他是做运动康复，是吧？我不就是腰疼嘛。然后他这个在上海开的这个呢，就是给小朋友做运动的这个什么脑力开发呀，做一些运动这个方面规划。然后我那个举酒老板好朋友，举酒老板呢，他跟那个女儿才4岁，但是他特别的喜欢运动，游泳什么的，天天。我就说这小孩别那个这么小，别那个运动太猛啥的。我就今天正好我接去，我就叫李泽他们2口子带着娃去那个给他做一些测试啊，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那真的太可爱了，上蹿下跳。什么运动康复推荐一下？我们还没正式开业，现在还在内部营业。等到正式开业了，我会在这个小卖部推荐给大家的。但是估计比较难排队，他那个主要是老师有限，就一些特别专业的老师。感谢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给他投稿，投七夕故事。我们七夕那天直播读一些七夕专场故事，然后给大家备点礼物，读的好玩的信给大家抽奖。好的，上一次的已经都念完了，我们再念念今天的新投稿。蛋求翻牌，我大学时有一个谈了快2年的男朋友 A。你这一有 A 我就知道有 B， 你这一有 A 我就头开始晕了。谈了快2年的男朋友 A 是我的学长，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他都很照顾我，但我也会因为他和他朋友的优秀而感到压力大。他很独立很自我，会把我排在父母和朋友的后面反而我会非常热情，牺牲部分和父母朋友的时间去找他但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跟他沟通过。实在等得受不了的时候，我提了分手。分手没多久，架不住一起10几期玩得很好的男生 B 的猛烈追求，觉得2个人很开心，而且他会反复强调我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所以我跟这个 B 在一起3年。在这3年里，我并没有太喜欢他，只是觉得有人可以陪我一起玩。2年异地也因为我很喜欢去他城市玩，才一直在一起。你这是个文旅广告是吗？到最后哪个城市？告诉我。这么好玩吗？为了去这个城市玩，跟他在一起2年。你是哪个城市的文旅派来的？快点，哪个旅行社的？快说！哎呀，巴嘎，反正就是后知后觉，发现 A 才是我真心喜欢的人，后面的男朋友们都是玩伴。这几年里，我和 A 依然保持着不咸不淡的联系，他依然关注我的动态。今年我们开始联系频繁，并且约一起旅游，然后决定开始一段异地恋。可惜没多久他就开始冷淡，因为我很看重分享欲，异地的时间差让他失去很多自己的空间，上班兼顾读研压力很大，再加上他父母的朋友都觉得当初我是因为 B 和他分的手，知道我们复合后也一直很反对。在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提了分手，之后我们又见了2次面，在我决定认命放下平常心的时候，他又觉得和我面对面的时候很舒服，不舍，并且主动吻了我。但是他也不想继续异地恋，因为他怕给不了我陪伴，说有些美好的人拥有过就不再遗憾，说如果3、5年后我能去他的城市，他还愿意再看看。我也觉得我虽然生活独立，但是精神上没办法自处，又因为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时刻关注他一举一动，前所未有的焦虑，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相处模式。之后我们依然每天保持了联系，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是他父母反对，长期异地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有可能在1、2年后会去他的城市发展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跟他相处。当朋友吧，觉得他以后找到女朋友我会伤心；当陌生人吧，又舍不得。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干？你出去旅游吧，你就还是喜欢旅游，你就好好去旅游吧，你少整这个男女的。明年可以参加新说唱，你去参加新说唱吧。你别在这整这些男女的了，你给自己抓事儿干好不好？头晕，这个男的对你就那样啊，这个 A， 这个你跟这个 A 好不了，没有他父母朋友也好不了，你还有可能1、2年后去他的城市，你别去了，你不是喜欢那个城市吗？你去那个城市吧啊，好好旅游，在各个城市都生活一段时间，感受感受，挺好。遍览祖国，大好河山。大好河山不比谈恋爱有意思啊？非得谈这个恋爱吗？好好看看大好河山好不好？对，他最后也没说是哪个城市。你姐妹儿，你再给我写封信，你告诉我，你觉得特别好玩是哪个城市？
我看看好不好？想到个红茶拿铁那哥们儿，确实那个确实记忆深刻。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哎，这好多信嘛，我讲完了也不给我来个后续。我给你出的主意好用不好用，你给我个售后反馈呀，朋友们。我这嘎嘎给你们提建议，你们后来怎么样了？是分没分？好没好啊？这不会是我劝分的一个都没分，我劝好的一个都没好吧？我很挫败啊！你哪怕最后听我劝说分了，你给我发2个字分了，我也高兴。你说好上了，那我更高兴是吧？给我点回馈啊，反馈啥的。蛋总好，我的故事很简单，我爱上了我在成人英语课的英语老师，英国外教，比我大6岁，不帅也没什么钱，但我就是特别喜欢他的课，甚至学会了在课上用英语跟他眉来眼去。英语眉来眼去，眉毛是怎么说 ？eyebrow， 眉毛怎么说？眉毛英语怎么说？眉毛英语怎么说？眉来眼去，眉来眼去用英语怎么说？就是 eyebrow 是吧 ？eyebrow come I go 是吧 ？as go eyebrow come as go 眉来眼去啊。也有可能我有一半爱他是因为他带给我的这种说英语的自信的感觉，但我也非常非常的想见他，非常想拥抱他。我俩就各自心怀鬼胎，非常含蓄。但是呢，很分明能感觉到彼此有好感。我写作业特别积极，他回我也很认真，跟互相写情书似的，很开心 ，very happy 是吧？我33了，感觉冲动是魔鬼的年纪。23的话，我就上了，咋整啊 ？Help， 蛋总上呗，都这样了，上呗。再干嘛就用不了啊！发一个 What are you doing？ 是吧？我们这个再干嘛有英语版本，你给他下次写一个 What are you doing？ 也可以啊，一样的啊，就是跟在干嘛是一样的啊。还有这个一看有老友记的粉丝啊，还开始发点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那学不来，只有朝一可以。How are you doing？ 发那个。蛋总，我有个谈了快1年的男朋友，还差几天就够1年了，准备下个月就双方见家长啊。但是昨天我跟他吵了一架，具体来说是我在微信讲，他就淡淡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在想要不要彻底分开，啥意思？在谈恋爱期间我们分分合合都10次了，你们谈1年恋爱分分合合10次了，还敢见家长？觉得还不够抓马，把家长也掺和进来。有一次是因为谈了4个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离过婚，有好几次是因为他出去打麻将丢下我在家。昨晚吵架是因为他答应会陪我，结果过了3分钟他又说他出去玩了，12点才回来。我觉得他真是说话不算话，他觉得这都是小事情，离过婚不说是小事情。他1周总会有那么3天晚上都会出去打麻将，这一点我们就是有冲突。我不想以后也是这样过日子。但是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也还可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分手我很痛苦，忍不住又要复合，但是复合1个月左右，又总会因为他爱玩的问题吵闹起来。这寻思啥呢？这还见家长？谈1年分分合合10次，干啥？下次分手想让双方父母也参与进来，热闹，真服了，真服了啊！赶紧分，分了又很痛苦，哪里痛苦？1周一共7天，他有3天晚上要出去打麻将，那4天是发生啥了让你痛苦？我们七夕有七夕专场，朋友们关注了我们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呢，七夕节给他投稿，投七夕的故事，有趣的、诡异的、痛苦的、幸福的、快乐的都可以，我们就选好的给你送礼物，到时候蛋总好，牛脆脆真的好好吃啊，奶片也很上头。我想让蛋总和小卖部的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我是世俗眼中的大龄剩女，30多岁，至今单身未婚。未婚的原因呢，就是觉得目前为止没有男的配得上我。在感情中，我会时不时的跟新的男嘉宾跟我的前男友比，觉得现在的认识男的都不如我前男友。
跟前男友分手的原因是我觉得当时他应该没有很喜欢我，我应该就是那种小时候看琼瑶小说把脑子看坏了。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我跟男朋友相处的时候，觉得他很抠，斤斤计较，但是工作做人这些大方向还比较好，长相身高也80多分吧。我们在一起半年，还没有好好了解，才要渐入佳境，疫情开始了。分手的时候就是在疫情最猛的时候，因为隔离在家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他怕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不好自己，就把我接到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我很难受，感觉有点寄人篱下。他工作很忙，隔离在家也一直在处理工作。前期我觉得在台灯下他工作的背影很迷人，没几天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不是那么合适，跟他在一起太平淡了。在一起久了，我感觉他对我没有刚认识那么好了，而且我在他家也不好意思便便，导致我一到他家我就便秘，很难受，大家应该懂吧？然后我就开始找他麻烦，提出分手。他啥也没说，就开始对我冷暴力，不咋理我了。你都提分手了，他不理你，不能说冷暴力吧？这个词儿不用的不对啊，姐们儿。你提出分手，他啥也没说，就开始对我冷暴力，不咋理我了，这很正常，这不能叫冷暴力啊！分手了理你干啥呀？分手后偶尔会联系，后来我觉得还是要断，赶紧断吧比较好。想开始新的生活，我又把他给删了。已经过去4年了，这几年我也试着跟别人交往，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期间我很想念他，但是觉得也没有联系的必要，也害怕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今年过年前，我的工作需要发很多短信，有一条就发到他那儿了，结果他马上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怎么了，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话语间，他问我目前什么状态，是否回家过年，几个人回家过年。我整个有点懵，有点尴尬，有点惊喜。当天晚上又给他微信给他加回来了，现在都是他主动跟我联系，一般都是工作时间联系，下班了呢他就下线了，周六日也是。虽然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复合，其实复合我们也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一分析他回消息的时间，非工作时间他都不联系我，会不会已经有家庭了？你问呢？其实他一直都在问我的个人状态，旁敲侧击，我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想法我觉得大家都懂，这不懂啊，我不懂。最近他想约我吃饭，我也没直接答应。我不懂，很害怕我一不小心当了他的小三。你倒是问呢，我对他有很多滤镜，很怕滤镜碎一地。所以帮我分析一下我该怎么办啊，小卖部的朋友们，你问呐，我不懂啊，什么大家都懂，我不懂啊。你刚刚那个说便秘难受，那我相信大家都懂，你这可大家不懂啊，谁懂啊？不懂啊？你们懂吗？不懂，不懂，不要去猜了，问吧啊。徐志胜半夜给我发语音，我这转成文字都看不懂他在说啥。蛋哥，你今天我们刚录完节目，你的2个客户说要回馈一下你，问你要不要他们给你弄那个谢师宴。你看2个客户退的很后来，是表现都很好。哦，护栏员说他没写出来，成鸿门宴了这一下。我直播呢，哪天吧，表现好就好。写实验，什么写实验？没啥，帮他们改了改稿子。今天录完了，觉得录的挺好的，应该是。咱们干到2点吧，差不多吧。能不能突破下3点？不能。怎么还给我定上目标了？能不能突破下3点？不能，2点都够呛。实质上，这个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对他是没有用的。买你牛肉干不收货再退给你，这算不算刷单呀？听他瞎说，我7只卖牛肉干，我天！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你们的直播间买的，刚才又买了好几件，哎呦我天，质量可好了。呼兰还是比较有诚意的。这种舔的话，我一般不知道他收完，太舔了，他容易超越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明天看看吧，明天你们忙吗？明天我找，哎，明天你们不忙，晚上我带你们吃个云南菜，我弄个这个云南菜的厨师弄的试菜啥的。你俩晚上，你忽然还 Kid 还是谁？明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吧。我干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我平时给我拍那个，哎，对，李毅的名字已经报过了。平时给我拍小红书有一些视频，有朋友给我拍那个，我那个同事叫李毅，他是云南人。完了呢，他说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在云南开过饭店，我就把他妈妈给接到了上海，让他跟李泽认识了。然后李泽呢，让他妈妈好好的在上海教了他们厨师怎么做云南菜。然后呢，阿姨已经送回去了。明天我们试试这个云南菜行不行？我做事挺离谱的，但我觉得比较高效，这样肯定好吃。我觉得妈妈做的肯定好吃。可以，没问题。好嘞。好。行，都收到了。云南菜。谁呀？哎呀，可以，没问题。好热闹呀！他们，你听听徐志胜那个占着便宜以后的那个德行，那个嘴脸。可以，没问题。好嘞。好。行，都收到了。云南菜。谁呀？哎呀，可以，没问题。哎，这帮人有什么出息呢？话说也是知名男艺人了，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还是什么时候他能有点出息呢？朋友睡了吗？明天云南菜多做点啊！我叫个志胜、呼兰还有 Kid， 明天菜多做点，突然加人了，咱们把菜给他试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接着读稿啊！我现在有正式的工作，这个是以前的这些老朋友，明天跟老朋友欢聚一下，也不能影响我现在的工作，是吧？对包房留一个。刚那故事说了呀，哦，刚那个是，哎呀，就问就行。我刚都懒得理他，这个姐们儿，你就问他就行了，你就想和他复合，你就问他，你猜啥呢？哎呀，没啥好猜的啊，赶紧问啊！蛋哥，我怎么办呢？蛋哥帮我看看呢，怎么办呢？啥呀？怎么办？我是母胎单身，上周朋友发个朋友圈，然后他初中同学看到我照片喊推给他，我朋友问我行吗？我平时也没有社交，没有办法交朋友，我就同意了，想先了解看看吧。加个1周多，也没怎么聊过天，一点暧昧的气氛都没有。前天吧，突然有了一点点气氛，但是昨天呢，又回到了死气沉沉。今天也没怎么聊，结果他突然给我发了个红包，上面写着请我喝奶茶，我当时脑子都懵了，脸通红。一个红包最多也就200块钱，但是我不好意思点开，怕人家觉得我怎么敢发你就敢收啊，怕人家试探我。但是我一想到网上说的不配得感等等，以及对方会不会再试探我，我就点了。还好才30，然后我从晚上7点到现在，整个人心里都不舒服。我一边觉得怎么才30，等有空请回来，一边又觉得啊怎么回事啊？是觉得我很廉价吗？哎，我的错，我有罪。然后我突然想，我也太拧巴了，我怎么连这30块钱也不敢花？如果对面是个朋友或者是个不怎么相处的陌生人，我只会觉得赚到了。但是面对一个有可能发展有亲密关系的人，我只能想到我不从别的途径把这30块钱给他还回去，我就浑身不舒服。我很怕人家觉得我物质，太物质了，真太物质了。哎呀，太物质了，物质，哇，这物质。太物质了啊！我觉得30你买个奶脆片你给他吧，你就算还给他了是吧？30你买一包这个你还给他，你说我不欠你这人情，我不是物质的人，买个这送给他都行啊。
不能这么物质啊，还给他啊！哎呀，蛋总，我说的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我很怕对面觉得我廉价，不给我花钱。网上都说钱在哪儿，爱就在哪儿，少上网啊。但是对面一旦给我花钱，我很难心安理得的接受。30不叫花钱啊，但是又怕我太懂事了，对方不珍惜，并且由于没有多少和男生相处的经验，我其实想从别的地方给他还回去。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求蛋总支个招，招已经支完了，你买个这个或者买了个39.9块，你还多还他10块钱是吧？你买个这个还给他，行了啊。我头晕呐，姐们儿，我头太晕了呀！你物质真头晕，姐们儿，我觉得你呢母胎单身是吧？一直没谈过恋爱，你还是得谈啊！你跟这个男生，你要是喜欢你就试试，你别想这些。第一，先把你的上网模式你也给我调成这个青少年上网，青少年上网模式，你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网上说什么这物质什么不配得感啥的，你少上网吧。你先把这个网所有的这些社交 APP 你都改成青少年上网啊，你少上网看。第二，你想想你喜不喜欢他，你别想着什么物质不物质了。为什么不想最核心的问题？你不能想一想你喜不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们？你想想这些好不好？哎，我的天，这30块钱一杯奶茶，你觉得你物质？这哥们哪天请你看个电影，再吃个晚饭，你不得吓死啊？你不觉得你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情感诈骗吧？到时候，哎呀，我的天呐，哎呀，我该说点啥好呢？少上网吧啊，少看这些，完了呢，少想这些，感觉一下喜不喜欢就行了啊，谈吧。但帮帮我吧！我读书的时候跟我前男友一起养了3只狗，分手的时候分狗，他分走了我的大儿子金毛，我分走了2只小白狗。我跟我前男友谈了4年，分手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但因为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再复合了。前2年终于我们就算是彻底放下，到今年我的大儿子9岁了，对于金毛来说已经是老年了。当时分狗的时候，我一个人租房不方便养金毛，所以留给了他。但是我真的很爱我的大儿子，这是我的第1只小狗。这么多年来，心里对这个小狗一直觉得很亏欠。金毛现在已经老了，我和前男友分手后就没有见过他。我真的很想再见见他，害怕再晚就没有机会了。现在我前男友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新女友还跑来 follow 了我的这个社交软件。我看他也发了金毛的照片，我就更想我的儿子了。蛋总，我咋办呢？我好想见他。你这不看到了吗？这不照片看到了吗？我怕联系前男友，怕尴尬；跟他见面也怕尴尬，也怕他多想影响和他现女友的感情。蛋总，帮帮一位想儿子的可怜的妈妈吧。好人一生平安，有那么难吗？不能很认真直接的发一条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吗？说我想那个我那个狗9岁了，可能随时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能不能你把它找个宠物店，你寄放在那儿，你寄放在那儿以后呢，你把我照片跟店员看一眼，或者你把我名字跟店员看一眼，我去那个宠物店把狗领走，我玩1天相处一下，我再给你放回去，大概也不用见面，这不行吗？有那么难吗？为什么这个日子普普通通的日子就非得让你给过得这么难度系数这么高吗？有那么难吗？我会读到一些真的难的，我也头晕的。这到底难度在哪里？这有什么难的？整的你好像崩溃了似的，这有啥难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怎么还有8000多人？我这一抬头头晕，两眼一黑，怎么还有8000多人？然后那个朋友们。不是2点了，你们明天不上班吗？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点开头像可以加个群聊。哎呦我的妈！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坚持到3点吧。哎，我这个新工作嘛，我倒是挺喜欢的。3点是不是有点？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累。明天晚饭啊。呼兰太有意思，呼兰说现在买衣服都从我这儿买。
不能送啊，不能送他们。这我的这个新的工作，他们得支持。这哪能送他们？必须让他们买。刚人家不说了吗？网上看了，说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是吧？我得看看这个护栏爱不爱我呀？送他不是不知道了吗？不是，我帮他改乱了啊！我爱他，我帮他改乱了，我已经完全不想干这个事儿了，但是还是帮他改了，强忍着心中的痛苦，纯是为了友谊帮他改的。感谢大家。我做这种护栏船啊，是，他也不会骗我，他骗我干啥？但我感觉我是不是要被绿啊？我今天下班回家有点晚，我看到桌子上有一杯奶茶，大概是今天立秋，有秋天第一杯奶茶这种东西。正当我开心的想，难道是昨天晚上我跟男朋友吵架，他知道错了，给我哄我的？但是不对呀，还插着吸管呢。我拿起来掂了一下，空的。我拿起碗奶茶看了一眼外卖，而且能看出来点了2杯，这是其中1杯。我对象平时也不喝奶茶呀，这咋办呢？我要直接问他吗？可是我俩昨天晚上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了，我今天一天都正在端着，我不搭理他，我也不能开口问他这事儿啊。平时我俩感情不错，在一起很久，6年了。前2天还买了一对戒指，正在准备订婚。他确实也不像那种人，对我也很好，我俩之间也很坦诚，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放心。但是我就是很疑惑，这个奶茶是咋回事？我现在也不好意思问呢，我咋办呢？这咋整啊？问呐，拍照啊，拍下来，把照片发给他，也不用说话啊。你不是跟他生气吗？你把照片拍张照片，直接给他一张照片，发照片。你觉得还不够明显，再发个问号。秋天的第一杯空奶茶，太惊喜了！人家秋天第一杯奶茶我没觉得有啥，你这秋天第一杯空奶茶确实蛮惊喜的。我再读一封信，咱们今天差不多了，就2点了啊！感谢大家啊！说好的3点呢？你说好了，不是说你说好就是说好了。咱们周6见啊！咱们七夕那天见。七夕那天我们是七夕故事专场，好吧？我那天应该会早点开播，不然一熬得太晚。我那天争取7点多开播吧，争取早点开播，大家可以早点过来。周6那天，七夕我不跟你过，都约会去了。你不过节，别人也不过吗？总有人不过嘛。我们不过的一起过是吧？你们过就过，还不过就过呗，还说出来气我们干什么？哎，到时候我们七夕节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不耻下过啊！再读2封信吧，再读2封信，给大家一点时间。刚刚抢了券，给大家一点时间用一用。但我今年25岁，在去年的时候，我喜欢上一个人。你可能觉得有些荒唐，但是希望你不要嘲笑我，因为他是一个纸片人，哈哈哈！你的直播间是不是还没有出现过这种题材？是。我看过很多动漫，也短暂的迷恋过很多完美又帅气的男性角色，但之前并没有当回事儿。但当我遇到他之后，我的认真程度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首先，我不是恋爱小白，我3次元也有过感情经历，被渣男伤害过，也遇到过一些真的很不错的男生，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对他除了有生理性的喜欢，还产生了一种心疼。我想要为他付出，想要去宠溺他，而不是像以前遇到的这个真实生活中的男生一样，仅仅是上头，期待对方来照顾我，给我提供价值。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爱了吧，以及我并不觉得它不存在。从玄学的角度来讲，它只是存在于另一个次元，我无法触碰它。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鲜活的人。想问一下，我要如何排解这种无法打破次元壁、爱而不得的痛苦？太刁钻了呀！
哇，这个3次元的事儿我还没解决明白呢，给我整上跨次元的恋爱了。哇哇，太刁钻了！既然是跨次元的恋爱，我也就给你问一个跨次元的人吧啊，问我的 AI。我有一个朋友，他爱上了一个2次元动漫的人物，但他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类。请问你作为一个 AI，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他该怎么处理呢？难不倒我啊，你肯定是难倒我了。我问问 AI， 作为一个 AI， 我没有情感，但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来帮助你的朋友。第一，要理解自己的感情。爱上一个2次元人物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通常被称为虚拟人物恋爱。这种感情可能源于对某个角色的强烈认同、理想化的投射和逃避现实的需求。2，你要接受现实，重要的是要认识到2次元角色是虚构的，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虽然感情是真实的，但它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回应。你的朋友需要接受这一点，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痛苦和失望。3，你要寻找现实中的兴趣爱好。我建议你将注意力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兴趣爱好，参加体育活动，学习新技能，旅行，减少对他的依赖。4，与他人分享。你可以尝试与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分享这种对那个2次元人物的感受。5，如果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需要寻求专业帮助。6，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都有助于改善。总之，虽然爱上2次元角色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但通过理解、接受现实、寻找替代兴趣爱好、与他人分享，你的朋友可以逐渐走出这种情感困境，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啊，我觉得回答的很好，是吧？我觉得回答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回答非常好。推荐 AI， 我这个 AI 呢，最近正在跟他谈合作，等他那个合作谈好了吧，我正在试用，也在试用这个 AI， 我在试用这个 AI， 然后我也觉得它挺靠谱的，然后我才决定可以跟他合作，是吧？到时候跟他合作再跟你们好好推广吧。这个挺好，是吧？感觉就挺好啊。感谢大家，我再读一封信，咱们今天就这样，2点多了，这应该是播的最晚的一次啊，2点多。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么晚了还有7000多人，真是不工作，感谢你们。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但我来讲讲之前谈的一段特别炸裂抽象的恋爱吧。好的，希望最后这一封是比较快乐的。我们暂且叫他 A 吧，我们是初中同学，那个时候只是没怎么说话的普通同学。高中他去了 M 省念书，高2偶然他开始联系我，他属于那种情商蛮高的人。聊会儿天我就慢慢的上头了，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他是故意的吧，加上高中又是爱好文艺、搞文艺、爱写信的年纪，还给他寄过信，暗戳戳的表个白。他高中接触的女生都是很会化妆、穿名牌的女生，所以感觉也没怎么把我当回事儿。直到高中毕业了，那个暑假他回老家，也就是我所在的省份，约我出去，可能是发现我也染了头发、化了妆，开始会打扮了，觉得长得还算可以，就在一起了吧。你为啥总结的原因是这些？后来他去了恩市念书，我们就异地了，可能只有寒暑假能见1周左右，特别像网友。而且其实从在一起半年开始，他就对我冷暴力，可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了，所以即使是 PUA 也坚持了半年。直到在一起1年之后，他和我提分手，说他有女朋友了，他还告诉了我名字，这就是炸裂的开始。分手之后，我过得浑浑噩噩，这个时候有个女生加了我，说他就是 A 男在 M 省的时候女朋友 C， 也就是说他当时一口气带了3个呀。难过自卑的情绪持续了2年，总会不自觉的哭起来，期间一度想去看心理医生，那段日子真难过。但我今天不是来 emo 的，我是想说我前段时间初中的好朋友给我看了他的近照，好丑好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现在长得就像一块流油的猪扒，而我后来跟那个女孩子 C 成了好朋友，我们还一起出去玩了。现在我还有一个对我超级好、超级帅的男朋友，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爽死我了！姐妹们要相信，渣男真的会消耗他自己的运势，而我们只会越来越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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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祝小卖部生意兴隆，非常好。最后这一封收尾，非常好，非常好，很开心，很好，很好，正能量收尾，太好了，啊，太好了，特别好啊，开心快乐是吧？咱们就用这个收吧，是吧？一会儿再读一个不开心的，睡不好。咱们今天开开心心的，也接受这个姐妹对你们的祝福，咱们高高兴兴的休息了。徐志胜说：“我们估计得8点才能结束。”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也不会等你的，我先吃，你随时来。他们最近在录节目，看哇，今天就这样吧，怎么样？我伟大的同事们，可以吗？今天就这样吧，我准备收工了。然后大家可以预约一下7号那个七夕、10号七夕的直播。这个七夕的直播预告能发一下吗？让他们直接预约一下呗。我的同事怎么很不满意的样子，不想让我下播呢？他也不累呀，他不累吗？哦，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现在就可以预约一下，在线的朋友们，我们8月10号，我可能比这个早一点，但是我怕我迟到，你们就预约8点吧，我可以7点多，估计就开播了，到时候是七夕专场，读一些七夕故事，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现在已经5000多人预约了，我看到了，你们这5000个人最好别突然这2天给我谈个恋爱，别说好的我们七夕一起过的，别突然这2天给我整那个死出啊，说七夕来不了了有事什么的。谈恋爱可以啊，带着一起来看啊，而且不许用1个手机看啊，用2个手机看，可以增加一些人气。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没念的信还会念的，这些信我们留着，应该七夕专场这一天大家预约一下，到时候呢我也不一定会全念只念七夕的信，应该也会穿插一些别的好玩的故事，这些没念的信后面也会念的，大家可以预约一下这个直播，8月10日8点，大家别买，不让他下播，我不太坏了呀，干啥呀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就这样吧，这个一次你们老看我也会腻的，我也别老播赖着不走，你们也会看我腻的，咱们就保持这种是吧？这种开心的感觉，这你们看我腻了，我多伤心呢！感谢大家，会腻的，会腻的。说不腻的都是假的，我经历过，我明白。OK 啊，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就不播了。我们下次播呢就是8月10号啊，晚上8点。他说是8点，我应该7点多就开播了。大家可以关注预约一下这个直播预告。想进群聊的呢，就点开头像加一个那个群聊。今天就这样了啊，已经2点20了，真的腰疼了啊，拜拜啊，晚安。书就不读了，今天那个我最近确实是没找到特别适合读的书，等我用心一点，我弄点这个适合选段落读的，我这最近读的书不适合读这么1句2句，有点不对劲儿。晚安，拜拜，感谢大家，拜拜啊，拜拜啊。